一次不行就2次，事成之后卖田的钱我分你3成。4成，少1分我就将这件事捅去村里。成交，但你得确保他死透，别像昨天一样留后患。我的脑袋分明是被人用钝器砸过，这些不是我的记忆。萧云10岁那年，父母采药坠崖，住进了大伯家。检测到宿主灵魂绑定成功，偷窥窥系统启动中。什么破名，相当不符我的气质。检测到宿主强烈反抗，系统名称优化为观想系统。修仙世界10米内持续注视目标一定时间，可选择复制能力或转化属性点。观想所需时间视实力差距而定。当前评价：路边一条。关闭评价系统，评价体系关闭成功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这是修仙世界，蕴含着无限可能。若能闯出一番天地，保不准有回去的办法。检测到可观想目标，所需观想时间30秒。需正视目标才能成功观想。这系统还挺较真。王婶儿，你也来洗衣服啊？哟，这不是小云吗？你这是咋了？滚泥潭里去了？嗨，别提了，刚从村里要回田地，心里高兴，走得急，摔田埂下了。那你可要小心些。前些天啊，村头老李喝多了酒，那这尚在剜你大哥，就解供呀，然后像你猪一样9天连住。随机属性点，观想成功，获得1点随机属性点，自动分配至体质。好了，王婶儿，我家麦子熟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你这孩子摔坏脑袋了不成？我们这都是水田。赵主，1个时辰过去，我的属性早就不是路边一条的模样。这磨盘，从前一个壮汉使尽全力，也只能推转7、8圈。小云回来了，快坐，锅里焖着红薯呢。你怎么才回来？今天不是去村里说田地的事儿吗？磨磨蹭蹭的，是不是又在外头偷懒？孩子刚回来，先让他吃点东西。吃什么吃？家里米缸都快见底了，你还磨磨蹭蹭的偷懒？要不是我们，你早就饿死在外面了。哑巴了，我跟你说话呢。难道我后脑勺的伤跟他有关？我刚穿越过来，对村里的人和事还不熟，硬碰硬讨不到好，先忍。知道了，婶儿。路上摔了一跤，走得慢了点儿。比一开始强了不知多少。观想成功。今天是穿越来的第2天，照这个进度，要不了多久，全村人就都能被我观想个遍。发现可观想目标，耗时60秒。王东村里的老猎户到他这儿怎么翻倍了？王东爷，想换点您的鹿肉，5个红薯换1块。观想进度10%、30%。观想成功，请选择。果然不一样，连属性点都不是随机的了。不过我现在不太缺属性点，就要这个。不是生硬的文字，是鲜活的感知，兽类脚印的深浅与体重，全刻进了神经里。这种感觉，以前从未有过。还是不换了，王东爷，再见。青牛村剩下的40多口人几乎观象了个遍，
属性暴涨，连五感都跟着变强了。初级追踪术终于派上用场，想跟着我？出来吧，都跟着我一天了，不嫌累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？地痞张三仗着会点拳脚，无恶不作。哼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能跑？是王翠花让你来的吧？既然你都猜着了，那老子也不瞒你，就是你那好婶婶让我来的。她说你这小杂种占着半亩田不撒手，留着也是个累赘，让我送你去见你那死鬼爹娘。昨天我后脑的伤也是你弄的，若不是我莫名穿越，原本的萧云早已暴尸荒野。是又怎么样？上次没弄死你，算你命大。怎么没吃饭？这哪是半大孩子，这分明是个力大无穷的怪物！别打了，我错了，是王翠花要杀你的，求你饶了我吧！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还可以帮你指认王翠花。你确定？你真能帮我指认王翠花？这小杂种果然上当了！小杂种，你真以为我怕你？今天我就拿你换王翠花的银子！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刚用铁棒砸我，又掏小刀刺我，竟然说无冤无仇。你动手的时候没想着饶我，现在也别指望我饶你。轮到我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观想你这个渣子需要3分钟？观想成功，可选择。观想个地痞要3分钟，原来不是因为他能打，是因为他有灵根。修仙者与凡人最根本的差别就是有没有灵根。灵根按吸收灵气的效率分4等，从高到低，天、地、玄、黄。3成以下是黄品，3到6成是玄品，6到9成是地品，9成以上才是天品灵根。只是老村长活了一辈子，也没见过哪怕一个修仙者，这终究只是传说。可现在，他就摆在我眼前。玄2，黄品灵根。感觉有股细微的气流凭空出现，在丹田深处汇聚，随我的呼吸慢慢转动。这是天地间最稀薄的灵气，从前我就算五感强化，也从未察觉过它们的存在。眼前的事还没处理完。张三马被弄成这样了。小铁，快拦住他，他要杀人！小云，这是咋回事啊？王翠花，你让张三杀我抢我的田，现在人正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他，是王翠花让我杀你的。他说杀了你，把田卖给李地主，分我4成银养，我都是被他逼的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杀他了？是你自己要抢田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胡说，这是你给我的定金，20个铜板，20个，上面还有你的绣线，你敢说这不是你的？原来这个王翠花心思竟然这么歹毒！你不用狡辩，我爹娘走后，这田暂归村里保管，约定我16岁归还。可我要是死了，
按村里规矩，田会过继给大伯萧铁。萧云说的对，这田要是真没了萧云，肯定是萧铁家的，最后还不是王翠花说了算。你个灾星，你个扫把星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能死吗？你爹娘就是被你克死的，你生来就带晦气，你别拉我！今天我就要把这灾星的真面目说出来。走了走，还被这么污蔑，丧门星，白眼狼！跟眼前的王翠花争论，毫无意义。既然你这么想要那半亩田，那就给你。现在村里大家伙都在，我说话算话。但我有句话告诉你，我不跟你争田，是看在大伯这些年对我还有几分照顾的情分上。原主寄人篱下这几年，天天干着成年人的活，却连多加一筷子菜都要挨打。青牛村就这么大，谁家有事，不出半天全村都知道。今天他雇凶撒泼造谣的事，明早就会传遍每个角落。以后谁还跟他来往，谁家办喜事请他，他拿到田又如何？何况这田我要了也没用，我马上就要离开青牛村，这里只是我旅途的起点，不是终点。王翠花，你个泼妇！当初你求着我杀萧云，还说这小杂种好对付，现在倒好，我成了废人，你倒想装可怜撇干净，你就是个毒妇！都是你没用，没杀了萧云还敢反咬我，掐死你！好强的威压！他身上的气息，这绝对是修仙者。检测到观想目标，所需观想时间20年。20年，意味着他的实力远超我当前的认知，不知隔着多少个境界。本座路过此地，见村道上血痕蜿蜒，一路延伸至此处，倒生出几分好奇，便过来看看。没曾想，竟见了一场凡俗间的恩怨纠葛。倒是意外，这等灵气稀薄的凡俗村落，竟能生出个带灵根的苗子。黄品资质虽平庸，但在这种小村子里，已是100年难遇的稀罕事了。他连我灵根的等级都能一眼看穿。此乃升仙令，向西行200里，便是青云之地界。持此令入山，自会有人引你入门，正式踏上修仙路。凡俗恩怨到此为止，往后路怎么走，全看你自己。小云啊，以前是波糊涂，没认出你是仙缘在身的贵人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强着说就是村外，要送他到村外。之前这几年我过得怎么样？村里人清清楚楚。如今见我有了修仙资质，倒一个个凑上来认熟人了。不必了，我没什么要收拾的，现在就走。小云，要不你再住一晚，大伯给你做顿好的。这份微薄的善意，或许是萧铁唯一的可取之处，但也抵不过他常年的软弱与纵容。不必了，大伯，这几年的日子我记着，也忘了，往后你好好过日子。再见了。远超凡人的属性，让我在崎岖山路上比在平地还稳。5天翻山越岭，连口气都没喘过。
还有20里。按那位仙人的说法，翻过那片山，就是青云当地境了。识相的就把轿子里的人交出来，再留下所有银两，不然今天就让你们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休想！我们是护送林小姐去青云宗拜师的，你们敢动她，就不怕青云宗的仙师追责吗？青云宗那是啥玩意儿？今天这轿子里的人，老子收定了！轿子里的人要去青云宗拜师，跟我同路。以我的实力，解决他们不难。我若出手，不仅能卖对方一个人情，更重要的是，能观想在场所有人，应该收获不小。既有观想收益可拿，又能卖个同路人情，我没理由不出手。怎么只要20秒？这些山贼怎么也该跟村里老猎户王东一个水平？观晃时间竟这么短。都是20秒，只有这刀疤脸是40秒。罢了，先不细想。大概本就属性挺高，加了这些也没什么明显变化。不过无妨，真正的重头戏是那轿子里的。少侠，在下李军是林家的护卫队长，多谢您刚才出手相救，否则我们……叫我萧云就好。多谢萧公子救命之恩。轿子里的是我家小姐林月，她是附近清溪镇林家的女儿，资质检测已经测出灵根了，这次专程去青云宗入门。资质检测？萧公子，您可能不清楚，这资质检测是青云宗联合周边大城镇设的据点，专门给凡俗中可能有灵根的人测试用的。先是用特制的测灵石把手放上去，有灵根的人就能让石头发光，按光芒颜色分天、地、玄、黄4等，测出灵根就能领升仙令，去青云宗拜师。那我们同路。检测到可观想目标，所需观想时间5分钟。5分钟，是我目前遇到的人里，除了那中年修士，所需时间最长的。奖励想必不会差。可他一直待在轿子里，我总不能凑到轿边盯着人家看整整5分钟吧？萧公子，小女子林月，多谢你方才出手相救。若不是你，我和李叔他们今日怕是真要栽在这山贼手里了。举手之劳，我们同去青云宗，以后也是同门，路上相互照应是应该的。是，萧公子说的是，我们接下来一起赶路，也好有个伴儿。李叔已经收拾好马车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好，现在就走。萧公子，这些山贼，您说要怎么处理？这个你们自己拿主意就好。萧师兄，一路走下来，你肯定渴了吧？我这里有之前准备的凉茶。好机会。果然不一样，我现在已经有黄品灵根，要是再复制个玄品灵根，会发生什么？像有股清泉在经脉里流淌，原本沉寂的灵根，此刻竟微微震动，仿佛被什么唤醒。检测到灵根品质升级，新增属性灵根4.5玄品。之前我只能察觉到微弱的灵力光点，现在就能隐约感知灵气流动的轨迹，这就是玄品灵根的效果。4.5应该代表灵气吸收效率45%，正是玄品该有的强度。只是我还判断不出复制灵根是直接替换了体内原有的，还是再观想一些有灵根的人才能确认。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什么，只是刚才想到点事情。灵根升级的事，自然不能解释。
这是我最大的秘密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萧公子，林小姐，前面就是青云城了。过了城，再走半个时辰就能到青云宗山门外的接引点。好热啊！我从青牛荒村出来，见惯了枯枝半叶、山贼野寇，还是头一次在这世界见到如此繁华的城市。这就是青云城了。我听仙师说，这里是离青云宗最近的城镇，很多外门弟子都会来这儿采买修炼物资呢。那是宗门弟子在御剑飞行。走吧。难怪这几天赶路，要么在山林打野物，要么和山贼搏杀，连好好洗个澡都没机会。这身行头确实扎眼。萧师兄，是不是身上的衣服不太方便？青牛村时寄人篱下，哪有积蓄？离开又走得匆忙，没带钱。至于那些山贼，看来以后得养成摸尸的好习惯。等会儿我让伙计去挑几身合身的衣服，师兄你看好不好？那就多谢林师妹了，有机会我再还你。师兄说什么呢？几件衣服算什么？还要相互照应呢。萧公子，您就别跟小姐客气了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好，还好之前救了林月，不然现在还真有些麻烦。这青云客栈怎么着也是有名的老店，现在真是越开越回去了，乞丐溜进来了也不管管。这位公子，说话还请自重，你当众出言侮辱我的同伴，请你道歉。啥意思？难道她不是乞丐？这么美的姑娘，竟替那个乞丐出头。道歉？我说错了吗？她破衣烂衫，身上还沾着血污，不是乞丐是什么？姑娘容貌气质都好，何必跟这种人混？我叫厉科，青云城厉家嫡系，你去打听便知。不如跟我走，总比带个乞丐强，如何？竟然是厉家嫡系子弟，难怪行事这么嚣张跋扈。检测到可观想目标，观想需2分钟。你刚才说你是厉家子弟？正是，知道厉家的厉害就滚开，让我和这位小姐认识，今天我便不计较。相处一日，我知道萧师兄不是趋炎附势的人。你刚才说你是厉家子弟？没听见吗？我就是厉家厉科，不信自己去打听。哦，厉家主要在青云城经营哪块生意？我厉家的铺子、药材、车马、人脉都有，青云城谁不给几分面子？你听明白没有？惹我没好下场，赶紧滚！你刚才说你是厉家子弟，这小子是不是真有点毛病？有灵力，他是灵气境，厉家嫡系竟已经修炼了。灵气境，修仙第一步，能凝灵力，愿强犯人护卫。你敢打厉少爷？厉少爷可是有青云宗的升仙令。你说的是这个？竟然也有升仙令！这升仙令，我们带厉少爷走。厉家再大，也只是凡俗家族。我有升仙令，地位便与厉科平等。他要报复，也跨不过仙凡的界限。一脚踹飞凝气境的厉科，贸然大话，怕是惹他不快。走吧，上楼。萧师兄明明和我一样，像是凡人出身，他怎么能以凡人之躯瞬间打败厉科？那一脚的速度和力量，根本不像凡俗能有的。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我不会追问。萧师兄，那我先回房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在楼下会合。好，萧公子，您有事随时喊我，我就在隔壁房。灵盟是什么东西？而且为什么没有灵根？厉科有升仙令，说明他一定身怀灵根。莫非是他的灵根品质不如我，所以没有复制的价值？选灵谋。
像两缕清泉渗进眼里，没有痛，反而很舒适。我有灵根，体内能承载灵力，但我还没正式凝气，灵力都是无序状态。灵猛竟能看清人体内的灵力运转，难怪立刻之前那么嚣张。他一开始就看出我没凝气。果然，有灵力的人还是少数。连修士的灵力阻塞都能看清，以后与人交手，我能提前看出弱点，攻击阻塞经脉，就能打断灵力运转。这是巨大的优势，1000属性点才能进阶，无疑是个庞大的数字。但初阶灵眸已经这么强，进阶后或许能看穿更高境界的灵力运转。看来以后要多找机会观想，攒够属性点。林月让人特意挑的，来这世界以来，头一次有人这般细心关照。这还是我？原来属性提升，不止让我更能打。他也在悄悄改变我的身体底子，从里到外，淬造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比起容貌，我更在意明天去接引点的事。只有真正踏入仙门，才算彻底摆脱过去。按理说，萧公子不像是会忘了时辰的人呀。李队长，林师妹，你是萧公子？萧师兄，抱歉，我刚才没认出来，你今天变化好大，这身衣服很适合你。可不是嘛，昨天那破衣服我还没觉得，今天换上长衫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我们已经点了早食，萧师兄要不要也加点？吃完就去接引点，听说今天去的人不少，早点去能少等些时候。好。这些应该都是持有升仙令的人。时辰到了，持有升仙令者，随我等前往前方小广场。凡俗亲友留在此地等候，不得擅入宗门地界，违者按规处置。萧公子、林小姐，到了宗门可得好好照顾自己。晚点我便要启程回清闲镇了。林叔，你多保重，照顾好爹娘。诸位能拿到升仙令，皆是有仙缘之人。我宗有7座主峰，分别对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系灵根属性，每峰上各有长老坐镇。灵根属性，我从来不知道有这说法。看来这是常识，不知道我这复制来的灵根是什么属性。稍后会统一用测灵石检测你们的灵根资质，灵气吸收效率不足1成者，归入杂役弟子，负责宗门洒扫；效率1成及以上者，直接成为外门弟子，可领取基础功法，每月10块下品灵石。内门与亲传，非外门弟子所能触及，待你们先站稳脚跟再说。此为测灵石，上前将右手按在任意块测试上即可，灵石会自行感应你们的灵根属性。
水属性灵根，资质5成9，选品灵根顶尖水准，归入外门弟子，进入水中峰修行。之前在青山镇，仙师只说我是选品灵根，没说具体资质，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灵根竟这么优秀。下一位上前测试。资质我倒不担心，我更在意自己的灵根究竟是什么属性。是火属性。怎么变绿了？是木属性，不对，又变了。我的灵根是系统观想而来，属性本就不纯粹，只是没想到会直接呈现无属性的状态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它怎么5种属性同时显现？此为无属性灵根，又称全灵根，极为罕见。青云宗近100年也只出了几例。无属性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不愧是萧师兄。虽是罕见，却也有利有弊。优势在于修炼任意一系的术法都不会有属性阻碍，但弊端也同样明显。修炼任何术法都只能按基础效率来，后期想在某一系做到顶尖，要比单属性弟子更难。没关系，我有观想系统，日后遇到单属性的顶尖修士，观想对方，说不定就能弥补这短板。无属性灵根，资质4成5，选品，归入外门弟子，可自行选择任意一座5行主峰修行。小家伙，你想去哪座山峰？请问哪一峰的弟子是最多的？应当是火峰。好，那我选择火峰。人越多，我能观幻的目标就越多了。全灵根虽罕见，却未必比我的单属性灵根有用。萧师兄，无属性虽然没有加成，但能学5种术法，也很厉害啊。你说的对，利弊本就残短。萧师兄，火峰离峰不算远，以后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好，你也多保重，要是遇到麻烦，直接来找我便好。都站好，报上姓名，领物资。外门服饰1套，低阶储物袋1个，袋内有各种所需品，只要将1丝灵力投入储物袋就能打开。多谢管事。每月初1到管事处领下月零食，无故缺席者取消当月份。这一路上，身边尽是身怀灵根的人。嘿嘿，刚刚我几乎把接引典礼近1半的弟子都观想了个遍。没有1个灵根，果然外门弟子里能超过4成5的不多，除了林月的5成9，看了一圈也就这个技能看着实用。算了，先分配属性点。灵眸晋级需1000点，235点远远不够，不如先夯实基础，均衡提升，免得力量过强而敏捷跟不上，出现失衡。均匀分配，似有滚烫的灵液在滋养血肉，连骨髓都泛起酥麻。不知道现在我的实力到了何种程度？储物袋里居然有1方的空间，终于可以正式修炼了。灵眸直挡经脉，法门牵引灵气，选品灵根吸收，这搭配也太顺了。1个时辰就突破灵气1阶，这速度在外门应该算快的了吧？测灵时见过，资质1成1，差一就被分区做杂役。你们明明就是勒索，
外门规矩说每月发10块下品灵石，凭什么要我交7块给你们？凝气5阶，勒索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咱们是好心照顾你。就是，王哥好心护着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知道王哥的亲哥是谁吗？内门弟子王一鸣，惹恼了王哥，让你连杂役弟子都做不成。我不需要你们照顾，你们就是想抢我的灵石。外门管事说过，不准欺负新弟子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去告诉管事。告诉管事？你以为管事会帮你这个一成一资质的废物？我哥是内门弟子，你觉得管事会信你，还是信我？你这是仗势欺人，总有人会治你的。刚进宗门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王哥，就是他！这小子之前在青云城敢当众踹飞我。我身为火峰外老人，又有内门的亲哥撑腰，小弟被人欺负，对方还是个刚入门的新弟子，若不表态，今后谁还服？还有这事儿，小子，你敢动我王景的人，懂不懂规矩？小刚年就是王景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唉，又来了，揍一顿得了。我与厉科的事是他挑衅在先，动手也是他先出手。至于规矩，你刚才勒索新弟子，似乎比我更没把规矩放在眼里。放肆就让你知道，在火峰外门，我王景的话就是规矩。王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这小子就是这样，不给他样板，他不知道您的厉害。你这种只会勒索新弟子的废物，想动手就别只会说狠话。他在青云城时还没凝气，怎么这么快就突破凝气1阶？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你区区凝气1阶的修为到底哪来的底气。小心！那是什么灵力？怎么是白色的？从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灵力，难道是特殊灵根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是凝气1阶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还有那白色灵力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萧师兄好样的，打得好！不能跟他近身。基础火球术被他用5阶灵力催到极致，威力足以将凝气期4阶弟子烧成重伤了。萧师兄，快躲开！你敢！别打了！我可是内门弟子王一鸣，你再打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可是筑基修士，能轻易废了你。修士肉身比凡人强悍，这几拳最多让他疼上几天，正好让他吃够教训。连逃跑没被硝云盯上。下次再找我麻烦，我不介意让你真的躺上半个月。之前批量观想外门弟子得到的术法大多没用，没想到这次观想王景竟直接出了5阶修行经验和专属术法。修炼经验眼下也没那么重要，倒是这寒灵崩，光听名字就透着霸道，正好补上我缺强力进攻术法的短板。选3，寒灵崩。这次算是赚大了。至于他那筑基修为的哥哥，我就不信一个筑基修士敢明目张胆来欺负我一个刚凝气的入门弟子。都散了吧，别围着了。萧师兄，等一下！萧师兄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今天不仅灵石要被抢走，说不定还得挨顿揍。你不用谢我，是那王景自己要找我麻烦，跟你没关系，我也没出手救你。那我也得谢你，反正没有你，我今天就惨了。我叫刘备，以后师兄有需要差遣的，只管喊我。行，
没什么事情就回去修炼吧。萧师兄，明天有长老集中传道，你去吗？去，当然去。明天早上见，我先回去修炼了。明天有长老集中传道，要是能抢个靠前的位置，没准有机会观想一下外门长老。外门长老都是筑基修为，幸好观想时间不算离谱，传道时间肯定超过3个时辰，观想成功应该没问题。之前那中年修士修为应远高于这外门长老，加上当时我实力低微，才出现20年的离谱条件。今日道讲的是灵气境修士如何稳固灵力，以及火属性灵气的基础运用，根基扎得稳，日后才能走得远。只要保持视线范围内，进度就会稳步增长，倒不用刻意集中精神。基础灵气诀，灵力运转。火属性灵力既与水灵气直接相冲。早知道是这些内容，还不如在屋里吐纳修炼。萧师兄，长老讲的这些你都懂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多都听过？是。照这个速度，等传道结束，观想肯定能成功。至于长老讲的内容，我左耳进右耳出，全当听个乐子。火峰外门弟子虽多，却多是资质平平或心性烦躁之辈，难得见个这么专注的。今天倒要试试他是真听懂了，还是装样子。这位弟子，方才我讲凝气境稳固灵力，需避免灵气在经脉中迟留。你来说说，若灵气不慎滞留在手腕经脉，该如何疏导？萧师兄，长老问你呢。坏了，我光顾着看观想进度条，长老后面讲的根本没仔细听啊。回长老，弟子以为灵气滞涩时，不必强行催动灵力冲脉，可先放缓呼吸，用意念牵引少量灵气，顺着滞涩处的经脉纹路轻轻梳理，就像用细针挑开打结的线。若滞涩较严重，还可借外界灵气辅助，比如引一丝灵药灵气入脉，带动滞涩的灵气流动，这样既能疏导，又不损伤经脉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你们听听，同样是听传道，有的弟子却能结合自身修炼，说出这样的领悟。没想到这刚揍了王景的狠人，不仅实力强，悟性还这么高。萧师兄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我刚才都没听懂长老问的啥。我原本只需轻松盯着进度条，这下还得费脑力解长老的题。幸好我脑子里的货够多，勉强把长老提的问题都应付了过去。筑基修士果然不一样，给的属性点多，奖励项也多。修炼心得我不需要，他的灵根在玄品里应是较差的，提升有限。2本功法虽强，却都是火符能公开兑换的，并不罕见。有了，系统显示灵魔属性点到1000能进阶，那4维属性没准也可以。这100点平均分刚好够4维各突破100点，选1。属性点平均分给4维。猜对了。有通神念了，极限是50米，但即便如此，也远超我的预期。以后只要在50米内，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我的感知。长老已经观想完毕，身边又有这么多弟子，不好好观想一番，着实有点浪费。这时候盯着谁看都显眼，观想根本藏不住。罢了，安稳应付到传道结束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现在被长老盯着，犯不着冒险。以后修炼遇到问题，可随时来长老院找我。老夫陈川。以后还是要少出现在这陈长老面前为好。刚才出拳，我甚至没催动撼灵崩的灵力压缩，只凭肉身力量，就这般威力。凝气3阶的灵力，配合如今的肉身，果然不一样。从传道那日算起，我入青云宗已整整1月。这1月，我悄无声息突破到凝气3阶，离4阶都不远了。资质也因观想提升到5成，这速度在外门堪称匪夷所思。若不是我刻意低调，恐怕早被管事或长老盯上了。
如今我也能在拳中压缩3次灵力，实现3重爆。幸亏有了通神念，能探查周围动静，否则就我这关小路数，早晚被当成避而远之的偷窥狂。唉，怎么办呢？各项属性加到999，竟无法再提升了。萧哥，你这一拳也太吓人了！我刚才在灵田那边都听到动静了，还以为是谁在放术法呢。练手罢了，小心点，别被碎石砸到。这是我在灵田帮几个师兄摘的，他们给了我2颗，你尝尝，据说能补点灵力。王景伤好后没再找事儿，听说被他哥哥王一鸣骂了一顿，老实了不少。萧哥，我还听说半年后宗庙办外门大比，不光咱们火风，金木水火土5座主峰，年纪低于30岁的外门弟子都能参加。外门大比？对啊，我听说大比的奖励老丰厚了，排名靠前能拿中品灵石，还能去内门藏经阁挑一本玄阶功法，甚至连提升灵根的洗髓丹都有。就算没拿名次，只要参与了，也能领5块下品灵石呢。不过那师兄也说了，大比一般是给入门多年的宁气8阶以上弟子准备的，咱们这种新弟子去了，顶多凑个热闹，别指望拿名次。5座主峰的外门弟子齐聚，意味着能接触更多高阶修士，灵气6、7阶甚至8、9阶的都有。接大比的机会观想，说不定有意外收获。去凑凑热闹也挺好。到时候咱们一起去，领了那5块灵石，我请你吃灵米糕。对了，萧哥，你这么厉害，说不定还能冲个名次呢。哦，你觉得我能冲名次？那当然。到时候再说吧，先把你的宁气1阶的基础打牢，别到时候连参与大比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位师姐师，她好像是朝我们走过来的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不愧是无限接近地品的灵根，我靠观想加持才冲到3阶，他竟单凭天赋1个月也追上了进度。萧师兄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还怕找错地方呢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火峰了？我找了你好久呢，没想到你躲在这后山，就是想看看你的近况。1月不见，你也真是的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不也没消息吗？我没消息，我隔3差5都有写信给你的好不好？倒是你一封没回。什么？写信？宗门还有信箱？萧哥，你是第一天来宗门吗？你是萧师兄的朋友吧？初次见面，我叫林月，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好。你好，我叫刘备，是萧哥的小弟。萧师兄，没想到你还收小弟呀？你听他瞎说。林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水峰山门等了你半个时辰，还以为你早就返程了。齐磊师兄，我来火峰找朋友，没跟你说的必要吧？这位师弟看着面生，是刚入宗门不久吧？修为宁气3阶。他叫萧云，是我在青云城就认识的朋友。灵气3阶，天赋倒还行，在火峰也算不错了。这位师兄，难道你是对我们火峰有什么不满吗？才灵气1阶，你们火峰1年招这么2样都不起，况且水克火。小胖子，我劝你跟我说话注意点态度。这人脑子有问题。5行虽相生相克，从来没有优劣之说，他还能从这上面找优越感？灵气5阶，经脉里的水灵力凝练得很，是实打实练出来的，不是靠资源堆的温室花撒。萧师弟怎么一言不发？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萧哥才不是躲在后面，你自己说话阴阳怪气，还敢嘲讽萧哥？灵气1阶的废物也敢跟我顶嘴？火峰的人修为差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哼，看来这齐烈对林月有意思，故意在他面前打压我。我认识的萧师兄，要么是面对山贼时的狠辣，要么是青云城里冷静从容，要么是平时温和淡然。我从没见过他说这么脏的话。萧哥平时连重话都很少说，今天怎么突然爆粗了？萧云，林师妹别管，这小子目无尊卑，今天我必须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水峰的厉害。水牢术能困人，还能压制体内灵力，隔绝空气。寻常弟子被困，不出片刻就灵力滞锁，浑身无力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只要你跪下来给我道歉，再发誓以后离林师妹远点，我就放你出来。不然，你就等着在里面憋死吧。撼灵崩的灵力压缩，我早已打磨得炉火纯青。
一个凝气3阶的火凤道士，怎么可能破掉我凝气5阶的水牢术？萧师兄居然这么厉害了！凝气5阶的齐磊在他面前，竟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是不是萧师兄面对谁都能一脚踹飞？萧哥，你太牛了，这一脚踹太解气了！清河复原丹，萧师兄小心，那是能快速恢复肉身伤势的中品丹药。萧云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我今天不废了你，就不信邪！萧哥小心，这是寒水谋，会动经脉的。齐磊，你疯了！再动手就真的没法收场了。还有气，就是昏过去了。当然了，我收着你。刚才动手前，我已完成观想，奖励里正好有寒水矛，那就选了它了。正好缺远程牵制术法。萧师兄，我想到个事儿。怎么了？你担心齐磊的事会引来麻烦？麻烦？齐磊自己先跑到火凤动手的，就算水风问起来，也是他理亏，我还能当你作证呢。我刚才担心的不是这个，我本来明天要跟齐磊还有另外3个师兄师姐一起去执行个外门任务，现在齐磊这样肯定去不了了，重新找队员又来不及，贡献点。所以我想让你加入我们的小队啊！你实力这么强，有你在，完成任务肯定没问题，而且任务奖励也不错，能拿20块下品灵石，还能分到1颗凝气丹。凝气丹能辅助凝实灵力，对你修炼有帮助。这个任务是你们水风的吧？我一个火风的人能参与吗？而且队员那边用我一个凝气3阶的换齐磊一个凝气5阶的，恐怕不会乐意吧？外门任务是所有外门弟子都能参加的，没有主峰区别。队伍里另外3人，一个金峰的师兄凝气8阶，倪从气7阶，还有一个凝气7阶的沐风师姐。那他们修为这么高，怎么会跟我们这种修为低的组队？宗门偶尔会发布特殊任务，奖励高于一般任务，高修为弟子也会获得额外奖励。至于更换齐磊的事，就更不用担心了，他人缘本来就不好。怎么说？凝气丹能辅助凝实灵力，正好助我突破境界，肉身强度极高，修为境界反倒成了短板。好，我答应。太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走，先去跟3位师兄师姐见个面，让他们认识一下你，顺便把齐磊送回水峰，省得他躺太久出别的事儿。行，走吧。齐磊昏迷着，怎么带？我有办法，这是水峰的灵丝绳，能捆住人还不伤人。我先把他捆起来，咱们找2个水峰的杂役师兄帮忙抬回去。我已经通知水峰的杂役了，他们会在山脚等我们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这趟任务，但愿能有好收获。把他送回水峰弟子院，找个医师看看，他练术法不慎走火入魔，伤了自己。走吧，去会合点。之前你只说任务有奖励，还没细细说任务到底要做什么。啊，我竟把这给忘了。这次的任务是有关邪修。邪修？青云宗西边有个叫云水村的村子，3天前一夜之间，全村30多口人都消失了。宗人派弟子去探查，没找到血迹，没找到挣扎痕迹，只在村头老槐树下查到一丝阴邪的灵力残留，判断是邪修所为。那股阴邪灵力很弱，也没扩散开。宗门长老说，邪修修为应该不高，最多凝气8阶。要是超过8阶，动手时肯定会留下更重的灵力痕迹，甚至可能毁了整个村子。所以宗门才放外门任务，让我们找到邪修，带回宗门，生死不论。凝气8阶以下的邪修，有凝气8阶的金峰师兄压阵，风险不大。更重要的是，邪修的阴邪术法说不定也有可取之处。若能观想，没准能拿到特殊术法或修炼心得。果然如传闻，金峰弟子人手一件本命武器，连气息都带着股功法的锐利。前面就是汇合点了。林师妹，可算来了。师妹来了。灵力波动约凝气3阶，可这少年站在那里却没有丝毫气，眼神平静的回望我，连气息都没乱半分，倒比寻常3阶弟子沉稳得多。林师妹，这位是齐磊呢？没跟你一起过来？这位是火峰的萧云师兄，凝气3阶，是当初和我一同入门的朋友。
齐磊他练术法不小心走火入魔，伤了身子，没法来执行任务，所以我请萧师兄来代替他。哦，齐磊那小子早看他不顺眼了。上次跟他一起除草，他倒好，躲在树底下偷懒，还说什么水风弟子不该干粗活，装得跟个大人物似的。他走火入魔，纯属活该。本来也没指望他帮忙，主要是我跟沈师兄、柳师妹处理。萧师弟，你过来跟着看看，体验体验就行。真遇到邪修，有我们在，保准伤不到你。张师兄说的对，齐磊之前确实有些古怪。齐磊的事，我们都清楚。萧师弟来也好，林月资质摆在那儿，无限接近地痞灵根，说不定哪天得了机缘就突破地痞。外门弟子里能有这资质的，未来十有8、9进内门，甚至被内门长老收为亲传。现在卖他几分面子，日后说不定就有回报。三人对齐烈没有好感，才这么痛快答应。多谢三位师兄师姐体谅，我虽修为不高，但也不会拖后腿。哎，萧师弟客气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天黑前到不了云水村，得在野外过夜了。出发吧。这就是宗门给我们配的灵舟。外门弟子去较远的地方执行任务，宗门都会配这种低阶灵舟，很快就能到云水村，比走路节省不少时间，还能避免路上遇到妖兽骚扰。不愧是大宗门，有灵舟就是方便。原本走路要好久，靠灵舟很快就能到，还省体力。我说萧师弟，从刚才起你就一直盯着我看，能告诉我是什么缘故吗？萧师兄怎么总爱盯着刚认识的人看半天？好敏锐的感知。沈师兄勿怪，是我失礼，这柄剑太惹眼，剑鞘上的云纹一看就不是凡品。我从小听村里老人讲，对剑法信仰已久，可入了火峰，长老教的多是拳脚和火属性术法，连摸剑的机会都少。今日见了师兄的剑，一时看入了神。这剑叫清风，去年我在金风炼器房亲手所炼，淬了3次火才算趁手。金风炼剑求人剑合一，此剑斩妖一载以通灵，入门重稳准，与火风炼力相通。萧师弟问对人了，沈师兄剑法金风外门前5。原来只为看剑，我还……沈兄，入门先练握剑姿势，我看你手势与我瞎比划的截然不同。没错，你看，像这样。这是我初学剑时用的基础剑法纪要，你拿去看。有不懂的，等任务结束我再与你细说。多谢沈师兄。缘过去了，还白得一本剑册。选品灵根与我已无大用，倒是这青云凝气术核心炼器法门，往后或许能自助兵器。选3，青云凝气术。这法门里许多炼器技巧闻所未闻，沈星为得它，怕是付出了极大代价。观想成功，地脉甲是听防御术法，青云要点，记着灵草配伍，这趟收获满满。等找到邪修，观想他的阴邪术法，这一单就圆满了。前面就是云水村了。云水村，30口人，一夜尽失。张雷，你先下船探路，查一查脚下的藤蔓和泥土。土里没异常，也没陷阱，都下来吧。这树怎么这么冰？啊！是邪煞之气，跟宗门描述的一样。搜，张雷搜村东，我搜村西，柳师妹搜村北，萧师弟与林师妹搜村南。留意房里的细节，油漆有没有打斗、拖拽的痕迹。半个时辰后，此处汇合。像是刚刚还有人在这吃饭。太邪门了！邪修用了某种术法，让全村人毫无察觉的瞬间消失，连一缕灵力波动都没留下。搜遍了，除了树下那点邪煞，屁线索没有。这邪修属泥鳅的吧？滑不留手。所有村民是突然消失的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呼救，连桌上的饭都来不及收。邪修的术法太干净，若不是这老槐树留下一丝邪煞，宗门怕是没法这么快察觉异常。通神念虽强，奈何只覆盖50米，看不到更多。
总不能一直围着棵树杵着。既然只有这树有邪煞，不如直接劈开看看，说不定里边藏着猫腻。小仙仙，劈的时候注意防护，别让邪煞侵了身。啊，这邪气怎么没了？难道我力气太大，把邪气也劈散了？这不是普通老槐，是风灵槐，一种稀有灵树，专吸收封存周围的灵力或煞气。真是风灵槐，我在典籍里见过插图，却从没见过实物。可风灵槐不是只长在灵脉附近吗？云水村怎么会有？它能封存煞气，邪修动手时煞气必定散了不少。被这棵风灵槐本能吸收封存，宗门残婴是没认出它，只当寻常老槐，加上走得匆忙，没在意，才漏了这条线索。萧师弟，你是火风弟子，怎会对灵木这么了解？便是我们沐风的外门老弟子，也未必能一眼认出风灵槐。我偶然翻到过青云药典的残页，正好有一页画着风灵槐，写了它的特征。当时觉得新鲜，多看了几眼，没想到今日正巧碰上，算我运气好。那这风灵槐为何会长在这里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云水村底下有灵脉，这也解释了邪修为何选在此处动手，怕是借着这里的灵脉与一村凡人的性命修炼邪功，所以邪修很可能就在这云水村附近。你说的有理，灵脉附近的天地灵气比别处浓郁，邪修若想借灵脉与凡人修炼邪功，绝不会轻易离开。筑基修士带一村人无声转移100里，也会留下灵力或拖拽痕迹。全村没有，说明他多半还在附近，甚至只藏在地下或山洞。灵脉看不见摸不着，总不能把全村刨一遍吧？怎么找？灵脉可能在地下数丈甚至数十米，寻常手段探不到。风灵槐根系未必连着主脉。有个办法可试。张师兄，你善土灵，能否在风灵槐断根下挖个洞？先挖10米。挖洞10米深，这能有用？试试总比干耗强。张磊，护住洞壁，别塌方。挖到异常，立刻停手。行。成了，刚好10米深。找到了，别垂直挖，往我斜下方40米挖，那里有灵力波动，可能是灵脉。好嘞，萧师弟，你盯紧方向，我这就改挖。下面有矿洞，灵气很浓，灵脉可能就在里面。萧师弟，接下来往哪儿挖？你尽管指方向。矿洞就在下方，离我们约40米，还得麻烦张师兄开路。好说。挖通了！好浓的灵气，这肯定是灵脉气息，比宗门外门还浓。灵气虽浓，却混着一丝阴邪气息，邪修肯定就在附近。怎么回事？阴邪气息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我也感觉到了，事不宜迟，出发。好。停！右边角落有东西，应该是云水村的村民，已经彻底没了生机，精血、血肉都被吸干了。这邪修丧心病狂，连凡人都不放过，抓住他，我定一斧劈了他！邪修已经动手，必须加快，多耽误一刻，就可能多一个村民送命。沈师兄说的对，别耗了，找到邪修，我替这村民报仇。前面地上有拖拽痕，村民应该是被带往那个方向了。而且我感觉矿洞在变宽，前头的空间比这大得多。空间变宽，可能有开阔地，邪修很可能把村民集中在那里，都小心些。好。
沈师兄，前面有光，空间很宽敞，像天然平台。前面就是邪修藏身处，放轻脚步，悄悄靠近，别惊动他。小心！三重撼灵风！灵气3阶，哪里来的怪胎？境界差距太大，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对抗，彻底落了下风。灵气3阶，不仅察觉到灵气9阶的偷袭，还硬生生挡住了，只受了点少伤。这怎么可能？就这点本事？先退！看似稳如泰山的指尖，正不受控制的边缘也出现了短暂的颤抖。他远没表现得这么轻松。住手吧！你也害了多名村民，身负邪功。现在束手就擒，随我们回青云宗受审，或许还能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青云宗何时对邪修仁慈了？我到了你们宗门，不是被废去修为关进牢狱，就是当场处死，哪还有活路？你们人多，真拼起来，我未必全身而退。可别忘了，我灵气9阶，手里还有这么多资财。我只要捏碎几个凡人的生机，就能瞬间补满灵力。倒是杀不了你们全部，拉2、3个垫背也够。你这畜生，把人命当什么了？人命？这些凡人生来就是蝼蚁，没灵根，没修为，哪有修士金贵？用他们的生机换我突破筑基，或者换你们几个修士陪葬，简直太值了。现在转身离开，就当没来过云水村，没见过。这些凡人的命我慢慢用，要是不识抬举，我现在就先动起来，让你们看清他们有多不值钱。宗门情报有误，这邪修没那么简单。动手！异次术，之前埋在地下的灵力，这就派上用场。这些凡人是我突破筑基的资子，此刻绝不能让他们死伤过多。看符！一松手，他就有机会反扑。找死！好机会！再打下去，就真是不死不休了。现在退走，我就当没见过你们，这是最后机会，不然我保证，你们中一定会有人留在这里。你们逼我的！走！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，这灵脉我找了3年，就差1步筑基，是你们毁了我的机缘。他此刻灵力比之前强数倍，我们能抗凝气期9阶，可凝气10阶，几乎没有还手余地。选3，赤生血精。原来如此，他的修为是虚的，只要扰乱气血，就能让他自食恶果。沈师兄、张师兄、柳师姐，他强提修为，根基不稳，牵制住他，我有办法，就是现在。好，我们信你。张磊、柳师妹正面牵制，给萧师弟机会。没问题。灵气3阶也敢放肆！就是现在！找死！怎么可能？不贪多，只取最虚浮那部分，再反向扰乱他的经脉。就是现在！都
要是你，我死也要拉你一起！小师弟小心！地脉甲！三重撼灵风！沈师兄，张师兄，他没力气了，快！啊！萧师兄，林月已是难得的美人，与她相比，竟如萤火之于皓月。这美太不真实，不像凡间该有。你的红光耗尽了他最后一丝精血。这是哪里？你把我带来，想做什么？你先告诉我，为何你也会噬生血晶？不瞒你说，我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别人会的功法，我看一眼就能学会。行，能带上你这么个天才陪葬，也不亏。像我方明一生以半成不到的灵根资质，硬修到凝气10阶，此生无憾了。修士的储物袋藏着秘密，或许有离开的线索。果然没什么值钱的。单向传送，筑基以上，否则必死。我明白他为何说拉你陪葬了，这术法没有回头路。怎么会这样？就算他不开口，或许还能从身上找到别的线索。他死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离开的办法。检测到可观想目标，所需观想时间95天。95天，这是何方生物？果然是活的，怎么看都不像尸体。要这么久的观想时间，收获必然极为可观。可3个多月，在这连日夜都辨不清的密殿里，方明留下百颗下品灵石，几袋压缩麦饼，数个水壳，想必是为长留矿备的。滋血饼丹，一颗顶3天，只要灵力不绝，压制饥渴不难。撑过3个月，还是找足得到。可若耗光光，辟谷丹吃完，就算修士也撑不了多久。除了观想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墙壁坚如铁，没有出入口。方明已死，线索断绝。这沉睡的女子是唯一的破局希望。罢了，赌一把。还是找不到，我连矿洞300丈外的地空卷流也没有那孩子的气息，就像他和那邪修一起凭空从天地间消失了一样。不可能，您再试试好不好？说不定是邪修的传送术遮蔽了气息，您再探一次，再探一次就好。长老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若不是萧云，我们3个早死在邪修手上。可现在连他的踪迹都找不利。内门中规矩，外门却掌管宗门要务，除非核心倾力失踪。不管怎样，回宗门后我们会继续想办法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你们先回宗门吧。矿洞灵脉已被邪修污染，我会让人来封印此处。至于萧云，若日后有他的消息，宗门第一时间通知你。
这殿内灵气竟如此浓郁，才过了1个月出头，我竟已突破到凝气5阶。还剩2个月，这95天的观想，到底会给我什么？又或者，你究竟是谁？外物匮乏，可修为与观想进度的攀升，足够冲淡这点窘迫。本源器械，纯而无杂，乃血精至高之境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功法并非天生邪意，是被方明这类人用掠夺的方式走偏了。真正的修法是提炼转化自身血气，附着于灵力之上。这意味着，唯有肉身强大之人，才能将它发挥到极致。而我正好符合。不要了。终于成了。3月苦修，翰林崩已能施展5重爆。第一次，只有1个选项，属性点呢？修炼心得呢？难道是因为观想目标太特殊？这天眼诀绝非寻常功法，选择天眼诀。作用于灵根，改造灵根属性。天眼诀非寻常修炼之法，引天地灵气入灵根，化杂灵为天眼，但天眼灵力。血气果灵的前提是先修噬生血精，将血气与灵力融合成血灵共生。这正是我此刻的状态。噬生血精竟是前置功法。我也明白了，为何筑基以下尽此地十死无生。寻常修士没有我这般肉身，拿到血精只会走方明那条偏路。像方明这般，怕是要突破筑基才勉强够得上血灵共生的门槛。这功法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这才是真正的机缘。81周天，99周循环。
力强度翻了数倍，还能随意调动其中血气。噬生血晶与天眼诀，两者完美融合，再分不出彼此。检测到素质体内融入血灵印记，具体影响未知。这是传送，终于能离开这里了。哎，在孟家大院里撒野！小子，报上名来！你是什么人？为何出现在孟家大院里？这他妈是哪儿？拿去他！是。完蛋了，是仙人。怎么回事？吵吵闹闹的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跪着？这位小友是？话事人已到，无意为难他们。多谢仙长不杀之恩，是小的有眼无珠，误会了仙长，还请仙长恕罪。方才这少年的威压比那老修士强了何止10倍，就像萤火与皓月，还没当场碾死我们这些蝼蚁，已是天大的仁慈。方才这位仙长突然出现在院里，小的们没见他从大门进来，又看他衣着陈旧，便误以为是来偷东西的小混混，一时糊涂，才下令拿下。哎呀，这位小友不对，该叫您仙长才是，都怪我们不防事，还请仙长不要怪罪，回头我得好好教训他们，给仙长赔罪。妾身王氏见过仙长，刚才知识正有关，告示海涵，瑶儿快行礼。家主不必多礼，方才只是误会我叫萧云，并非什么仙长，只是途经此地出了点意外，才误打误撞进了你家院。萧仙长太谦虚了，仙长一路辛苦，快进屋歇歇脚，屋里有热茶，还有干净衣物，你可千万别在院子处里受了寒。正好从他口中打听这里是何处，看看有没有能回青云地界的传送阵，那就多谢孟家主了。儿，快去让厨房烧热水，再备些点心。夫人，把我那件新做的锦袍出来给萧仙长换上。曹强，带人在院外守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什么？清玄大陆西南边？是啊，敢问萧仙长，可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那你可知附近有没有远距离传送站能传到东边？这我确实不知，不如萧仙师先在此住下，我给您安排好房间，这几日托人替您打听打听。也好，那就麻烦孟家主。不敢，不敢，这是我孟家的荣幸。不用如此客气。孟家主，你可知令马应该是叫孟瑶吧？他身怀灵根的是。什么？寻常凡人若知道孩子有修仙资质，怕是要欣喜若狂。可他眼里只有恐慌，像听到了什么可怕的消息。孟家主，令鱼有灵根，你为何？仙长，您刚才说我有灵根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我也能像仙长一样拥有厉害的本事？瑶儿，你胡闹什么？谁让你偷听的？还不快出去！在仙长面前如此失礼，成何体统？爹，仙长说的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能修仙，对不对？夫人，快把瑶儿拉回去，好好管教，别让她在仙长面前丢人现眼。瑶儿乖，先跟娘回房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，别打扰仙长和你爹说话。让仙长见笑了，小女被我们宠坏，不懂规矩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孟家主不必多礼，令云心性单纯，只是好奇罢了。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，寻常人求之不得的修仙机缘，为何孟家主如此恐慌？萧仙长有所不知，整个柳阴镇除了我，就只有镇长知道，我们都不敢声张，怕引起恐慌。大概半年前，镇西的张家庄丢了个15岁的姑娘，起初大家以为是被拐子拐走，可没过多久，镇南的李村又丢了一个。后来镇长托人去查捕，才知道那2个姑娘都有灵根，是被邪修抓去采捕了。怎么又是邪修？是啊，镇长说邪修作案间隔太长，影响不大，不值得耗时间找，后来就回去了。柳阴镇周文总该有修仙宗门吧？找过那邪修藏得太好，连一点阴邪气息都没找到，后来就回去了。我本以为灵根这般稀有的东西不会落到我们家，现在知道瑶儿有灵根，那邪修早晚会找上门，我能不慌吗？孟家主不必过于担心，以我的经验，那邪修未必有多厉害，
我暂时会在你打听传送阵的消息。二来，萧仙长，您愿意帮我们？举手之劳。宗云派来的肯定是凝气弟子，这邪修动手如此畏首畏尾，修为定高不到哪儿去。若是筑基邪修，何须怕那2个凝气弟子？孟三父对我礼遇，帮一把，结个善缘。何况那邪修若真在附近，说不定身上有能快速返回青云宗的线索，一举两得。修为巩固在凝气6阶，顺便借天眼之力的感知，留意阵里的动静。那邪修不会安分太久，不必动用通神念，这轻重节奏是梦瑶。进来吧，门没锁。仙长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打扰您修炼了？就是有几句话问问您，问完我就走。我刚修炼完，有什么事坐下说。你也不用叫我仙长，我没比你大几岁。16，那您比我才大1岁啊！好了，你一个姑娘家深夜跑来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想跟您学修仙，我也想像画本里的仙人一样飞天遁地，我不想就这样碌碌，我也想见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。孟姑娘，这样的资质，就算记着引气入体，修炼速度只能停在凝气2、3阶，想飞天遁地不现实，1成都不到。啊，不可能吧？画本里说，只要有灵根就能成为厉害的仙人。画本是骗你的，修仙界原你想的残酷。修士想提高修为就需要资源，就得跟披与天斗，这过程里绝大部分修士最终都化作地下黄土。那修仙界这么可怕吗？没有像画本里写的那些仙长会保护凡人？有，但很少。你是孟家千金，有爹娘疼你，有锦衣玉食，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，这比在修仙界里挣扎求生，随时可能丢了性命要好得多。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霄云哥哥好。10几天下来，镇里大半百姓都已观想完。处理的真干净。这邪修不仅狡猾，还懂遮掩痕迹，难怪紫霞宗的人找不到。全力释放通神念。镇长，您可回来了！方才镇长派人来送信。离这里多远？不远，就2里地。按之前的规律，此都选镇边缘的村落，是怕动静太大引来之内。按这频率，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轮在半月邑。这段时间我守在孟府附近，他只要敢来，我就不会让他走掉。有仙长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就让曹强加强戒备，绝不让外人靠近瑶儿的院子。万全准备已做好，接下来只需静待猎物现身。来了，他还在墙外，没踏进孟府。这邪修擅长遁逃，贸然动手怕他跑了，得等他进了院子，断了后路，再围杀。谁在那里？有歹人，快来人！瑶儿，快躲到我身后！就你们几个凡人也想挡住我？瑶儿，画本里的恶鬼也比不上眼前这邪修的1/1000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？看好他，别过来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个凝气6阶的毛头小子，这是请了个娃娃来护院。在他眼里，凝气6阶与8阶差着2境界，紫霞宗的2个凝气7阶都找不到他，自然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小子，识相的赶紧滚蛋！非要挡路，别怪老子连你一起炼化。背影让您让我安心。发生了什么？前辈饶命！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没认出前辈是隐世的高人，求前辈大人有大量，饶小的一条狗命。仙长的厉害远超我们想象，求前辈饶命！小的愿意给前辈当牛做马。接下来我问你，若有一句假话，后果你知道。前辈问，小的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绝不敢有半句假话。3个姑娘的灵根都被小的炼化了，用来冲击凝气8阶。第2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同意？没同
我，每次都用心灵诀的秘法抹掉了，还把他们的尸体埋在这块乱葬岗下。求前辈相信小的，小的真的没撒谎。前面不过是铺垫，眼下才是我最关心的事。第3个问题，这附近有没有能通往清玄大陆东南方向的远距离传送阵？有，前辈，小的知道，去此地300里外的紫霞宗，宗门里就往好几个方向，东南边肯定能到。300里不算远，以我的速度，全力砍入用不了多久。使用传送阵有什么条件？要多少灵石？多久开启一次？条件简单，小的听紫霞宗外门弟子说过，我身上还有方明留下的灵石，再从他这儿榨些，实在不行把它交给宗换灵石，凑100颗不难。离下月初1还有7日，来得及。前辈，小的有用，小的对前辈有用啊！小的储物袋里还有120多颗下品灵石，全给前辈。小的只求留一条贱命，等前辈到了紫霞宗，确认传送阵能用，再杀小的也不迟。小的绝不敢耍花样。储物袋先交出来，至于要不要留你，等我确认了传送阵的事再做决定。谢谢前辈，小的这就交。前辈，小的动不了，您能不能帮小的解一下？孟家主，麻烦先把他绑起来，看好了，别让他死了，也别让他跑了。嘿，好，仙长放心，小的这就让侍卫把他绑结实。我去镇外确认下路线，去就回。王氏，还是有些怕，却也好奇萧云会怎么处置他。这丫头年纪合适，还有灵根。若能逃脱后抓回来，好好炼化，说不定能直接冲击凝气9阶。只要挣团绳子，就能冲出孟府逃进深山躲起来，一边养伤一边抓有灵根的姑娘。等修为恢复，再回来把孟府上下都料理了。孟三父的财富，孟瑶的灵根，都是我的。我已经确认了去紫霞宗的路，黑风岭的近路确实能省不少时间。你没撒谎。那些姑娘的命，一句求饶，抵不了。他残害凡人，留着也是祸。仙长，这孟家主，这份恩情我记下。仙长说的哪里话？是我们该多谢仙长才对。若不是仙长，瑶儿恐怕……萧云哥哥，谢谢你。孟瑶，我走之后，你好好跟着爹娘过日子。邪修已经解决了，以后不会再有危险。萧云哥哥，你以后还会来柳荫镇吗？仙凡有别，凡人受过100年，修士动辄折数百上千年。这枚玉佩你拿着，带在身上，能帮你挡一次危险。你好好生活。我知道了，萧云哥哥，你路上要小心。这个也拿着。萧云哥哥，最粗浅的引气诀，这是你引气入体，强身保周，总比手无寸铁强。仙长，宗门功法不可外传，你无妨，只是基础引气诀，没人会追究。萧云哥哥，谢谢你，我一定好好练，不辜负你。不用辜负谁，为自己活就好。时间不早了，我真该走了。他这一走，或许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可这玉佩，这功法，给了我一份跨越仙凡的底气，也给了我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。黑风岭近路能省1天，就走最快的，不能耽搁。越早到紫霞宗，越早赶回青云宗。这条近路危险，可速度正是我现在最该赌的东西。速度竟比之前快了这么多，天眼诀运转的更顺，灵清气旋也比先前稳。照这个速度，黑风岭挡不住我。脚下越稳，越说明灵力已经真正灌进四肢。若是以前，这一下至少要泄力停步，现在不用。夜色渐退，东方泛起鱼肚白。跑了一夜，气息竟然还稳得像刚出门。丹田内的气旋不乱，反倒越转越沉。只要这股劲不断，我就能赶在传送阵开启前抵达。奔袭到现在，竟只出了这么一点汗，暑气被天眼灵力化开，疲惫也被挡在经脉之外。黄昏之前，终于到了紫霞宗。灵力不但没耗尽，反而比出发时多了一丝。这进步，连我自己都没想到。来者何人？为何入我紫霞之地界？在下萧云，散修，前来借用贵宗的远距离传送站，前往清玄大陆东南方向。气息沉稳，不像寻常闯山的人。传送阵每月初1开启，只限辰时1个时辰。去东南边要缴100颗下品灵石。你若要借阵，得等几日后再来。多谢告知。
不知传送阵是否设在山门内？届时直接前往便可。传送阵在宗门后山的阵堂，初一辰时前到阵堂登记缴费即可。初一辰时，后山阵堂100颗下品灵石，先在山脚等几日而已。传送阵未开之前，不能浪费这几日。灵石和邪修遗物都在，接下来只需稳住修为。等待传送阵开启的几日里，这些人来来往往，气息却都浅得很。观想奖励对如今的我已无大用。几日光景转瞬即逝，初一到了，阵堂就在后山，来得不算晚。辰时未到，阵纹还没有亮。辰时一到，登记缴费入阵，流程倒是干脆。小云，去往东南边100颗下品灵石，进去吧，1刻钟后启动。阵纹动了，空间波动也跟着压过来了。这拉扯感比普通盾光强太多，稳住，别被空间波动扰乱灵力。眼前的一切都在扭曲，不能闭眼。青云宗就在前路，再晕也要撑过去。青云宗，我回来了。刘备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萧云都失踪快5个月了，宗门2个月前就发了陨落通告，你还天天去山下找，有意思吗？难不成你还觉得他能活着回来？别做梦了，也就你傻，还把一个死人当宝。你闭嘴！萧云才没死，他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折在云水村？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，被困在别的地方了。我找下去，总能找到他。你能找到，就你一个入宗半年还停在宁气2阶的废物，还想找人？他之前把我揍得那么惨，现在死了，正好。去你！连眉毛都未曾动纹，甚至一丝毫不掩饰一丝漫不经心，反而加深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挥拳都没力气。就你这德行，还想替萧云出头？他要是真活着，看到你这副窝囊样，怕是都嫌丢人。怎么，刚才不是挺红的吗？再喊啊，再喊着找萧云啊！你那个厉害的萧云怎么不来救你了？杀了你，黄锦！我要杀了你！王哥厉害，这废物就是欠收拾，天天跟个丧家犬似的找那个萧云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今天我就废了你的神，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去山下找人。这是什么灵力？不可能！你明明……见鬼了！萧云不是死了吗？天哪，真的是萧云！他不是陨落了吗？宗门都发通告了。你看他的灵力，王景在他手里跟小鸡似的。萧哥，不是做梦，我回来了。别动，先疗伤。看来当初打你还是打轻了，没关系，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。想伤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凭这个，把他抬去外门一堂。萧哥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放心，
死不了，只是让他长长记性。还有你，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跟着王景欺负刘备，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没兴趣跟你这种人浪费时间。住手！萧云，你呀，云水村的功劳，宗门还没给你落实，你倒刚踏过火峰就弄出这么大动静。王景就算有错，你也不该下这么重的手。他要废刘备的手腕，我断他四肢，已是留了余地。罢了，爸爸，这件事晚些再说。你先跟我去火峰议事堂，宗门会把该给你的奖励给你。同时，你需要汇报一下情况，这是例行公事，希望你配合。我理解，现在就走。刘备，你先回去养伤，我去就回。麻烦你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林月他们。我明白。萧哥，你只管去，林师姐他们我会联络的。小家伙闹出的动静挺大，倒是本座当初看走了眼。凡俗恩怨到此为止，往后路怎么走，全看你自己。是他，半年前在青牛村给我升仙令的那位修士，没想到会在这里再见。这声音是陈长老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半年不见，从凡人少年长成能在外门立住脚的修士，还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倒是有趣。见过陈长老，不知长老下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必多礼，本座刚回宗，听闻云水村那位死而复生的功臣回来了，还在外门闹出动静，便过来看看。多谢长老当年赐下升仙令，若无长老，弟子无缘进入青云宗。本座只是顺水推舟，你能有今日，靠的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云水村的任务报告，本座大致扫了一眼，你的功劳宗门已经记下了。今日找你过来，一是给你发奖励，二是想问问你，这5个月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弟子被一名邪修传送阵得到窗中，辗转到了新罗城，再突破到宁气旧门。遗迹传承也是你的机缘，你不必担心。修士的机缘是天定的造化，也是你自己的立身之本。若是青云宗连这点容人中之量都没有，动辄追问弟子的私密机缘，天下修士心寒，再无人愿入我山门。多谢长老体体谅谈不上，只是宗门的规矩，本就该护着弟子的机缘。倒是你这份沉稳，比很多内门弟子都强。这是你应得的奖励，打开看看。不必诧异。你击败邪修有功，没有你，另外几个弟子的性命就留在那里了。这份功劳远不是基础奖励能衡量的。宗门赏罚分明，这也算是对你九死一生的补偿。弟子多谢宗门厚赏。往后的路还得靠你自己走。再过1个月，就是青云宗外门大比，前10名不仅能直接晋升内门，还能得到去往陨剑深渊的机会。陨剑深渊，你可知灵气修士筑基分为4个偏品，这凡品级直接关系到筑基后的根基，甚至未来能不能突破结丹。最基础的凡品筑基靠灵力硬冲瓶颈或服用普通筑基丹，突破后灵力叶虽稳固，却修炼慢，战力破结丹的概率不足1成。长老说的是，属下当年就是凡品筑基，卡在筑基初期47年了，想再进一步难如登天。人品筑基需借助先天灵气，战力比破结丹的几率也大大提高。那片天灵气极为罕见。地品筑基需被先天灵气浸润纹，而青云宗附近万里，唯一有先天灵气的地方就是陨剑深渊。长老，那天品筑基呢？
天品筑基那都是传说了，青云宗立宗1000年，从未有人见过。或许需要传说中的先天灵液，甚至更特殊的机缘。弟子定不负长老期许，会好好准备大礼。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萧云，你之前被暗陨落收走的弟子名牌，我让人重新申领了，直接给你送过去。多谢李管事费心。刘备那边我还放心不下，想先去看看。应该的，你要去一堂，从这边竹林小径走，比主路近半炷香。不用换了，住惯了。麻烦李管事。无需客气。后续要是缺草药，想借炼丹炉，直接来找我。那我就不耽误你了，名牌办好，让弟子送衣房去。多谢。观想李管事居然还有青云炼丹术，火风本就是炼丹主峰，炼丹炉、药谱、师长一应俱全。天眼灵力精纯度高，控制丹火应该比寻常修士稳定。选它。天眼灵力控火果然强。萧哥，别动，躺着就好。医师怎么说？养半个月就好，没事的，萧哥，小伤。这个你拿着，凝气丹能调理身体，还能提升灵力。萧哥，这不行，凝气丹多珍贵啊！你正是需要提升实力的时候。这药现在对我作用不大了。你现在凝气2阶，正需要它稳固境界，养伤时顺便修炼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的东西给你用，有什么不行的？谢谢萧哥，我不会让你白给我的，以后我一定好好修炼，再也不做让你担心的事了。这才对，我先走了。萧哥你去吧，林师姐我已经通知了，她知道你回来了。早上王景在萧哥手里像小鸡仔一样，可我面对王景连一拳都接不住。同样入宗半年，他已经是凝气6阶，能徒手废掉同阶的人，我还停在凝气2阶。为什么我的资质这么差？难道我这辈子注定只能当一个废物吗？萧师兄，你真的回来了！我就说你一定还活着。我们当时找遍了云水村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抱歉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只是被困在一个地方，现在不是好好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。对了，我已经跟沈师兄、张师兄和若若姐说了你的消息。沈师兄就说了句回来就好，但我看他眼底都亮了。张师兄在演武场练拳呢，一听你回来，直接把拳套扔了，说我就知道那小子命大。若若姐在沐风照看药源，让我跟你说，等你有空去沐风，她请你吃她亲手做的桂花糕。这5个月辛苦你们了。跟我们还说什么辛苦？王一鸣，王景的亲哥哥，火凤内门筑基弟子，果然还是来了。你就是萧云？是我。王一鸣师兄深夜来访，不知有何见教？我弟王景，四肢是你废的？是。王景欺凌同门，欲废刘备手腕，还嘲讽宗门认定陨落的修士。按宗门规矩，我只是略施惩戒。我知道王景在外门的德行。顽劣跋扈，早晚会出事。只是没想到，最后栽在你一个凝气6阶的弟子手里。这位王一鸣和我预想中的不一样。王师兄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他是我亲弟，性子顽劣，被人教训是活该。但做哥哥的，总不能看着他四肢被废，躺在医堂里，什么都不做。而且我不想因为这事跟你闹到宗门长老面前，坏了你的前程，也落得我以大欺小的名声。所以，你接我一招，我只用3成力，不管你如何应对。这招过后，王景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自从突破到凝气6阶，还没真正试过自己的极限。筑基修士的3成力，正好。筑基修士3成力，确实不算以大欺小，但王师兄最好遵守你的承诺，
若我接下了这招，你都不能再找我或刘备的麻烦。只要你接得住，我说到做到。打起来了！那是内门的王一鸣师兄，萧云的手在流血。等等，你看王一鸣师兄的手，他也甩手了。不可能吧？宁七六仙接住了筑基修士的攻击。你刚才用的招式是撼灵崩，此招只有我和王景会。你是从哪儿学的？罢了，修仙界机缘遍地，功法流转有万般可能。深究没意思。不过你凝气六阶能接我3成力，还能把撼灵崩练到7重叠加，这份悟性和胆气的确难。王一鸣师兄不仅没追究，还夸了萧云凝气六阶接筑基3成力，这也太离谱了！难怪王景会栽在他手里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半次的。好好打磨实力，1个月后的外门大比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我一直以为他跟王景是一路人。看来不是。这个王一鸣懂分寸，识人才，是个值得尊重的对手。外门大比，凝气7阶，4天前突破的。炼丹穴的事只能等大比结束再说了。萧哥，你好了吗？该去广场集合了。凝气3阶，这1个月他没偷懒。走。快看，是他，他就是废了王景，还接了王一墨师兄一拳的那个。我怎么感觉他的灵力比1个月前更强了？萧哥，他们都在说你呢。诸位弟子，静一静。未来的修行路，今日外门大比前10名，不仅能直接晋升内门，更能获得进入陨剑深渊的资格。大比共分2个环节，第一环节名为登贴，阶梯共3600级，其中蕴含灵力压制，修为越低，感受到的压制越强。你们需在5个时辰内到达山顶，违者均视为淘汰。第2环节为2对决，胜者晋级，直至决出前5名。规则已讲清，所有参赛弟子即刻前往长老峰山脚登阶环节，1个时辰后正式开始。这就是长老峰，光山脚的灵气就比咱们火峰山腰还浓。加油！登阶开始。登阶途中禁止使用术法、符箓、丹药，违规者即刻淘汰。压制从阶梯下涌上来，体内灵力运转，远比想象中更难。灵力运转不动了。小雨，咱比谁先到500级？小雨，350阶开始，压制强度翻倍了。
小哥还在前面，我不能放弃。600次又是一刀砍，看来每200次压制都会翻倍。是水风苏君瑶，水风外门第一，最擅长水系灵力借力。是赵雅师姐，她能借土系灵力与地面共鸣。沐风温情书，最擅长操控灵气。是周烈师兄。这才是顶尖对决，这股藏在骨子里的好胜心，再也按耐不住。他怎么突然这么快？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小子果然不简单。小师兄，竟然这么强！我的娘嘞！我刚刚竟然还说要跟他比谁先到500小师弟天。你到底是怎么修炼的？好快，萧云追上齐剑心了，他才凝气7阶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凝气？从小到大，习惯被仰望、被追赶，从未有人能把我甩在身后，更何况他只是凝气7阶。天哪，齐师兄动真格了！风师姐也发力了！我的天，这哪里是登天，简直是神仙打架！凝气7绝不可能！这是凝气7阶，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？师兄，往届外门大比，你从未特意看登阶，莫不是这届外门弟子里有什么让你格外挂心的人？这小家伙竟是凝气7阶，能把几个凝气10阶圆满的孩子压在身后，连半分追赶机会都不给。师兄，咱们青云宗这次可是捡着宝了。咦，师兄，你快看，这小家伙怎么停下了？他干什么？这是登阶比拼，每一秒都在争夺时间，难道不怕被超过？哎呀，总算能歇会儿了。压制反而在淬炼灵力，再加上长老峰的灵气远超五峰，正好趁机打磨。不能让他独自抢占灵气，若他恢复甚至突破，我更无反超的可能。妈的，这怪物的吸力也太离谱了！灵力凝实度比之前强了近2成，离凝气8阶又近了一步。这里的压制没用了。啊！靠！这疯子就不累吗？
这一集的压制又强了几成，天眼灵力再次有了被打磨的感觉。他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，还借着比赛疯狂提升实力，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较量。他还练？这登阶是给他开的修炼场吗？2次停下，都选在这压制陡增的台阶。第1次3000次，第2次3300次。若只是恢复灵力，何必选在压迫最强的地方？他不是在单纯修炼，是在借机的压迫淬炼灵力。算了，跟着来吧。林师弟，别光顾硬冲。这什么情况？苏师姐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坐着？这台阶的压制是淬炼灵力的好机会。淬炼灵力，真的有用。师兄，你看这下方哪还有半点登阶大比的样子，倒像是露天修炼场了。这小家伙当真有趣，他倒好，把赛场变成让所有人受益的修炼地，这份心性与格局比不少内门弟子都强。确实出乎意料。说起来，师兄，你可有多久没正经收过徒弟了？这样的好苗子，你就真不动心？你若现在不出手，等外门大比结束，怕是要被那几个老家伙抢着收了。我闲散惯了，我若强行收他，反而限制了他的发展。罢了，我也知你素来这般性子。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直接登顶吧。小月，罢了。之前觉得阶梯间距太远，无法观想齐剑心等人。现在越多同阶梯弟子前来淬炼，倒给了我充足的机会。刚到这世界时连灵根都没有，但现在这变化真让人踏实。火风弟子萧云登阶用时3个时辰，率先抵达终点。不对啊，往届最快的第1名最慢也没超过2时辰，怎么这次第1反而用了3时辰？而且还是个凝气7阶的。这届有齐剑信心、苏清瑶好几个凝气10阶顶尖苗子，怎么没见他们？难道出了意外？金风齐剑心用时3个半时辰，这几位怎么也用了这么久？他们可是凝气10阶啊！萧师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竟然真的第1个登顶了。你也很不错，成功登顶的弟子中，凝气5阶的好像只有你一个。我就是侥幸而已。诸位弟子静一静，你们一定很好奇，为何试炼阶梯会上上下下？老夫给你们解释一下，人生总有起起伏伏，向下未必轻松，向上未必艰难。这也是为何你们向下时压力骤增，向上时没有那么困难的缘由。现在第1环节登阶试炼正式结束，经宗门商议，明日辰时长老峰试炼场淘汰赛正式开启。每日分上午、下午2轮，每轮胜者晋级，负者淘汰，直至决出外门前10。现在
所有人依次上前抽签，编号对应的就是明日的对手。我倒是不必刻意挑选，随缘就好。17，土风，凝气8阶，比苏清瑶的师弟还高一个小境界。凝气8阶，土属性，土系擅长防御与力量，3拳就应该够了。萧云师兄，我抽到46号，对手是沐风的凝气6阶。修为垫底，能遇到比我低的对手，算是运气好。好好准备。淘汰赛正式开启。这些都是待开发的观想目标。萧云师弟，久仰，登阶第一，3拳打败我师弟的传闻，我早有耳闻。今日正好，让我见识见识是真是假。请。淘汰赛开始。土系凝气8阶，防御与力量兼备，可惜他遇到的是我。接招！地裂盾墙，盾刺同出，这招土风弟子练了好几年，还没完！这是要把人钉死在台上啊！有点意思，可惜太慢了。他怎么？第1拳，第2拳，第3拳，不可能！这结束了，3拳打赢凝气8阶。赵坤，凝气8阶，在登阶队伍中排名前列。他居然从始至终都没看清萧云的移动轨迹。我输了，怎么会？我是凝气8阶，他才7阶。17号对战台，萧云胜。凝气7阶3拳打赢凝气8阶，太轻松了吧？你看他那模样，一点不像刚打完炸。跟逛园子似的，登阶第1，现在又是秒杀。这届外门大比，他怕不是要拿头名。承让，还没完，看台上还有这么多观想目标，晚1秒都会少观想一个。下一个，选谁好呢？师弟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检测到可观想目标，所需观想时间4月。4个月。观想时间越长，代表修为越高，能让系统给出4个月，连我的通神念都探不出真实修为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没有任何反常，可越是这样，越不对劲。要不要告诉陈长老？陈长老对我有欣赏，但那是建立在天赋口上可的基础上。如果我说看台上有个凝气5阶不对劲，陈长老会信吗？就算信了，派人去查。那个人连通神念都能骗过，宗门执事未必查得出来。一旦查不出异常，我这番话就成了无凭无据的猜测。一个凝气7阶弟子，凭什么能断定另一个你5阶修为极高？总不能说我有个能检测观想时间的系统吧？观想能力是我最大的秘密，一旦暴露，其他长老会不会觊觎这份能力？会不会觉得我是异类？他既然刻意隐藏，就说明不想暴露，目前也没做出任何危害宗门的事。先看看再说，贸然上报，反而可能打草惊蛇，甚至把自己置于危险。林月的灵力又凝实了。我认输。46号对战台，林月胜。他的水属性灵力不仅凝实，还带着特殊寒气，这绝不是普通凝气5阶能有的。我认输。你上午的表现我看见了，我只是凝气7阶，不是你的对手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17号对战台，萧云胜。没想到上午的战绩让对手直接放弃抵抗。所需观想时间1分钟，所需观想时间45秒。不费力气就晋级，
正好有更多时间观想。齐磊，没想到几个月不见，他竟也进了淘汰赛。凝气7阶吗？看来这几个月他也得了不小的机遇。林师妹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。几个月不见，你倒是长进不少，竟也能走到第2轮。就是不知道这凝气5阶的修为能不能接得住我这凝气7阶的术法。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之前有人护着你，我没机会跟你好好切磋。今日这对战台，可没人能帮你了。齐磊，比赛开始。好快！这丝线接力的技巧是他自己悟出来的。是分身。早就说了，没人能帮你。现在知道凝气5阶和7阶的差距了吧？还能站着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之前不是挺能打的吗？再用你那冰锥刺我。这齐磊也太过分了，明明能直接赢，非要这么折磨人。林师妹都这样了还不认输，太倔了，这样下去会被打残的。水风怎么教出齐磊这种弟子？赢了比赛，输了人品。宗门规矩，除非选手自愿认输或执事中断，旁人不得干涉。齐磊，怎么不认输？那些勉强成型的冰锥，那就继续陪我玩玩。等等，他的灵力虽然不稳，但却越来越精准，术法威力也在变大。他不认输，不是因为倔强，而是在借着这种压力淬炼灵力，寻求突破。既然他有自己的考虑，我就不能冲动。齐磊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够了！齐磊，比赛以分出胜负为目的，你刻意折磨对手，视宗门规矩为何物？是他自己不认输，我只是正常进攻。正常进攻？你若真想结束比赛，3招之内便能让他失去战力，何必拖延至今？林月，你已无力再战，是否认输？只是齐磊胜。林月，你伤势过重，需即刻就医。莫要再逞强，撑住。你想干什么？比赛本就有输赢，我只是正常切磋。我知道，你很好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下去！看什么看？本来就是正常比赛，是林月自己不认输，我才没停手。宗门规矩没说不能这样。刚才面对萧云的眼神好恐怖。算了，管他做什么。这是在宗门里，他还真能把我怎么样不成？而且之后的比赛都是抽签的，我也不太可能碰上他。最好接下来的比赛都别再跟萧云碰面。没事的，就是排后面而已。抽签是随机的，不可能这么巧。千万别是萧云！千万别是萧云！我要的就是这根签。不可能！我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。逃不了了，没事的。只要比赛一开始，我就立刻认输。他总不能在我认输后还动手吧？宗门执事还在旁边看着呢。都站好了，
规则照旧。明白了。明白了。13号对战台，比赛开始。他竟然用这种法子打断我认输！这是我的底牌，连凝气世界的师兄都曾栽过。只要撑过这一瞬，只是定会看出他是故意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水气分身我练了足足3个月，连水峰外门长老都曾夸过以假乱真，凝气境难破。哼，想骗我？这是西磊竟然藏了这手！怎么会？这可是我能拿出的最强攻击，连凝气8阶的修士都要避其锋芒。我和萧云之间的差距，根本不是境界秘术能弥补的。还有什么手段吗？都使出来吧。只是，求你中断比赛。活该！他不是要快速赢下比赛，而是想让我亲身体验一遍凌越昨日的痛苦。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了。13号对战台，萧云胜，齐磊即刻前往医馆疗伤。心里压着的那股气终于散了大半，不过现在想再像之前一样悄悄官化周围弟子可就难了。我栽了，对手凝气9阶，我也是，碰上凝气10阶的根本打不过。我也输了，运气太差。已经很不错了，第3轮能走到这里，实力已经得到认可。5号对战台，陈绵胜，周烈败。什么？周烈输了？他可是火峰首席，凝气10阶啊！而且那个沉默好像才凝气9阶啊！那沉默是谁啊？土峰的，没听过啊。凝气9阶赢凝气10阶的首席，这也太爆冷了吧！刚才那吐息术法好厉害，连周烈师兄的火灵力都烧不开。看来这届外门大比想象中有意思。出来了，16强名单！我操，凝气7阶就萧云一个，这也太显眼了吧！还有那个沉默，听说爆冷赢了周烈，现在又进16强了。凝气7阶独苗，听着挺风光，但接下来的对手可都是凝气10阶起步。是土峰的马坤师兄，他可是土峰老牌强者了。凝气10阶修为稳得很，擅长防御术，之前跟金峰的凝气10阶都没落下风。土系修士，防御和韧性见长，比之前的赵坤、齐磊恐怕要难缠得多。听说马坤师兄这次要全力以赴，不会因为萧云是7阶就放水。放水？凝气10阶打7阶还需要放水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！这就是马坤，怎么看着像个农户？外表憨厚，但周身灵力流转没有半点滞实，丹田纯量远超普通10阶，这才是真正的老牌强者。萧师弟，久仰你的大名，3拳胜赵坤，惩戒齐磊，是条汉子。我知道你是凝气7阶，但我不会因为境界差就放水，定会全力以赴，还望师弟莫怪。这番话坦诚的有些直白，没有丝毫傲慢，反而透着对对手的尊重。马师兄客气了，能与师兄切磋是我的荣幸，还请师兄指教。没想到马坤师兄这么实在。萧云也够稳的，面对10阶都不慌，难怪能走到现在。5号对战陈，马坤对战萧云，比赛开始。萧师弟，小心了！我这铠甲，寻常攻击可破不开。这才是马坤师兄的真正实力。他这灵力密度，
比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都强。好力道！裂了！马坤师兄的铠甲裂了！一拳就能在铠甲上留下裂痕。屠盾！马师兄接住了，防御叠加防御，想拖时间修复铠甲。再后3分！从开始到现在，1分钟都没到。我认输。我的天，凝气7阶赢凝气10阶，还是一拳一拳打碎铠甲赢的。马师兄的防御居然撑不过1分钟，萧云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！之前还觉得沉默爆冷，现在看来萧云才是最大的黑马啊！5号对战台，马师兄真让了，萧云胜。萧师弟太谦虚了，你这实力，我输得不冤。快看，8强名单出来了！听说了吗？土风沉默击败了水风首席凝气10阶的苏清瑶，又一个黑马！这届外门大比也太疯了吧！怎么回事？沉默师兄怎么一直盯着萧云？你没感觉到吗？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啊！快看，2号台，萧云对战齐剑心！我的天，这俩居然提前遇上了！齐剑心可是金锋外门第1强啊，凝气10阶巅峰，一剑斩断或凝气10阶的后土防御。但萧云也不弱啊，1分钟打碎马坤的铠甲，这力道，说不定能跟齐师兄打个平手。不可能，剑修的攻击比拳法快多了，萧云速度再快也躲不开剑招吧？这就是外门公认的第1强，光是站在那里就能感受到剑意的压迫。没想到这一轮就会跟你碰上。从登阶开始，我就一直很期待与你交手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这气氛，我的天，他俩还没动手，太紧张了吧？我就感觉喘不过气了。点到为止，勿伤性命。2号对战台，萧云对战齐剑心，比赛开始。他这剑招的速度和力道，比想象中还要强。以剑破拳。这才刚开局，剑招太密集，躲不开。只能硬接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剑刃加持的灵力足以斩断凝气10阶的防御。他的拳头不仅能硬接，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反震力。又麻了，再这样硬拼下去，不等破开他的防御，我握剑的手先得废了。近战绝无胜算，爆！只能好机会。齐师兄这是要打远程了。对，剑修最擅长的就是远程术法，萧云近战再强也得吃亏。去！这下萧云躲不掉了，他肯定得冲过去打断齐师兄。不对啊，萧云怎么不追？他近战那么猛，只要冲过去，齐剑心根本来不及操控小剑啊！难道是刚才被剑爆震伤了？可看他打碎小剑的力道，也不像啊。这战术完全反了常理，他在做什么？不对，他为什么不追？按照他之前的风格，应该立刻逼近才对。快了！那是怎么可能？萧云怎么也会这招？萧云一个火风弟子，怎么会金锋的剑招？而且连剑形都一样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大忌剑人。萧云这灵力波动的频率，跟正宗的一模一样。
不可能！大忌剑阵是我金风秘传，你一个火风弟子怎么会这门术数？这是父亲私下传授给我的，外门弟子中只有我一人会。他别说学，连剑都未必见过，怎么可能在短短片刻间凝聚出一模一样的飞剑？去！我不能输！凝气石经的金剑，怎么可能压不住他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练大忌剑阵整整3年，他怎么可能？这还是外门弟子的切磋吗？差不多了。这也是，我不信！这是连我都不能施展到这种程度，我不信！丹田反噬了，还不认输吗？你的剑阵已撑不住了，你的剑断了。我认输。他要拉我起来，在我印象里，他一直是冷硬的。对战赵坤时3拳定胜负，惩戒祁烈时毫不留情。原本以为输了比赛后会被冷待的，多谢。你很强。出来了，4强名单，萧云和陈默都进了，这俩黑马大概率会在决赛碰上吧？肯定的，半决赛的对手根本拦不住他们。比赛开始。我认输。啥？认输？比赛刚开始就认输？这温青书师兄是在开玩笑吗？萧师弟，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齐剑心，连齐剑心都输了，我跟你打就是白费力气。而且外门大比前10名都能进羽剑深渊，我现在已经有资格了，没必要跟你硬拼，还是省点灵力准备接下来的季军赛吧。温师兄已经有资格进羽剑深渊了。对啊，跟萧云拼命图什么？聪明，硬拼肯定输，还不如保存实力争季军。温师兄这脑子够清醒的。5号对战柴，萧云胜晋级决赛。陈默也太轻松了吧！1号对战台，陈明胜晋级决赛。赵雅师姐可是土风凝气10阶啊，跟萧云一样，都是怪物级别的。陈默的实力比我预想的还要深不可测。终于等到决赛了，萧云对陈默，这可是100年难遇的组合啊！对啊，往届决赛都是凝气10阶巅峰对决，像这种7阶打9阶的，头一遭。听说连内门长老都来了，你看那边，紫袍长老亲自当裁判。没想到一场外门决赛，竟能引这么多老家伙出来。萧云这孩子确实让人感到惊讶，当初见他时还只是个农家孩子，如今竟能以凝气7阶走到决赛，连齐剑心都败在他手下。哦，师兄这话倒是比之前松动多了。之前我跟你说收这孩子为徒，你还不愿意，怎么现在终于是起了收徒之意了？我的观点从来没变过，我性子散，不善教导弟子，这些年也没收过一个徒弟，总不能误了这孩子的前程。这场决赛还没结束，陈默那孩子也不简单，土系灵力凝练的不像话，倒像是得了什么传承，说不定能给萧云带来点惊喜。陈默的底子确实扎实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不管谁赢，这届外门弟子里能出2个这么好的苗子，也是宗门的福气。对了，师兄，萧云是如何学会大忌剑针的？这可是金风的秘法。我不在意他是怎么学会的。萧云经历生死危机后，还不远万里回到宗门，在门中也有3、5好友，说明他心里有宗门，这就够了。
希望这些小家伙能快点成长起来。魔道武宗这些年又有新动作了，期盼他们快些成长做神。天塌下来也有我们这些老家伙顶着，他们只管好生修炼便可。外门大比决赛，火风萧云，土风沉默，比赛开始。来了，萧云的第一拳，沉默肯定得躲。萧云的拳头连齐剑心都要暂避锋芒。应接，沉默居然应接了萧云的拳头，怎么可能？齐剑心都不敢正面应接，沉默居然敢！你的拳头比我想的还硬。你也藏得够深。太激烈了，他们俩完全是正面硬刚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决赛，拳拳到肉，没有任何花架子。我的天，这玄黑石可是能扛住凝气10阶攻击的，再打下去，站台怕是要被他们俩拆了。这样耗下去，短时间内分不出胜负，还会浪费过多灵力。这是什么招式？什么？灵力在我体内爆了，还没完。那是什么招？居然能在体内爆！太狠了吧！7次内爆，经脉都要炸断了。沉默的右臂废了！乘胜追击，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。还来，右臂的剧痛还在蔓延，绝不能再跟他近身了。起！我的天，萧云这招也太恐怖了吧！沉默居然不敢近身了。之前还硬接拳头，现在直接躲了。看来近身战终究还是萧云更胜一筹。这就是萧云的底牌吗？藏的也太深了。罢了，反正我本就不擅长近战。不好！土龙，沉默居然能召唤土龙，好险！萧云要是再慢一面，就被咬住了。好险！还好通神念提前感知到弟弟灵力的异常，他右臂也在恢复，估计不久后就能重新使用了。又来，沉默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的天，这术法覆盖范围也太广了吧！萧云被困住了，他再能打也没地方站啊！好快的反应，萧云居然能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落脚点，但是他能撑多久？沉默的术法还在持续，吐刺源源不断。还没完！这是什么？还在变大！我的天，这也太大了吧！我的天，那是什么？这是要把整个站台都砸了吗？太恐怖了！沉默居然能凝聚这么大的岩石，他的灵力到底有多少？这岩球要是砸下来，别说萧云，连站台周围的弟子都可能被波及。靠，这是非要拿陨石砸我！
不过，陈灭这一系列术法挺厉害，一环扣一环，根本不给人喘息的机会。萧云这是要应接，那巨岩至少有上万斤吧？他的巨剑能挡得住吗？接招！去！这巨岩几乎抽干了我大半灵力，赢了！那是什么灵力强度？凝气七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灵力？这比凝气10阶巅峰还恐怖吧？怎么还有这么多灵力？火系术法，萧云不是火风弟子吗？这正常。水系术法，金系术法，他还会金系。木系，还有土系，他会所有属性的术法。这是在变戏傻吗？金木气多水火土的术法他都会。这已经不是天才能形容的，这是怪物吧？我活了上百年，见过不少天才弟子，却从未见过有人能在凝气境就掌握如此多属性的术数，还能操控得如此精准。他怎么会这么多五行术法？就算他是五行灵根，可他毕竟入门没多久，怎么可能掌握这么多术法，还那么熟练？这孩子确实让人吃惊。怎么会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巨岩越来越小了，好在天眼灵力能缓慢吸收游离灵气，勉强支撑着我的输出。我输了，对方不仅近战强悍，远程术法更是远超同阶，甚至能横跨五行属性。这样的实力根本不是我能抗衡的。到底是不是人啊？这是在夸我还是骂我呢？诸位稍安勿躁，本届外门大比大致排名虽已初定，但具体排名需宗门依据诸位全程表现核算。明日之前将公示于试炼场东侧的灵石碑上。萧师兄好。林月师妹住在哪间房？萧师兄，林师妹在西厢房第3间，她今日精神好多了，刚还起来走动了呢。请进。萧师兄，我听说你拿了大比第1。刚比完，看你样子恢复的不错。多亏了师兄，我恢复的比预想中快多了。医馆的长老说，齐磊当初虽折磨我，却没伤我经脉要害，只是皮肉和灵力耗损，而且他们还特意给我用了上好的药膏。随着外门大比的进行，我在宗门的分量越来越重，连带着林月都能得到特殊照顾，没伤根基就好。之后别着急修炼，好好养着。我知道的。刘备不在。萧师兄，你找刘师兄啊？我就没怎么见过他了。他人呢？这2天听说他没通过试炼后就经常出去，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回来。尤其是这2天，我好像都没看到他。刘师兄啊，好像有3、4天没见了吧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他屋里经常没人。刘备到底去哪儿了？谁会给我留信？这是刘备的手笔。刘备啊，今天又突破了1小阶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。白饭的赔钱货，没爹没妈的野孩子。那时候的我，不也和现在的刘备一样吗？满心都是要是能再强一点就好了。
满心都是不想再被人欺负的执念。我懂那种无力感。灰袍怪人能精准找到刘备，还能一眼看穿他的灵根问题，来历实在可疑。我理解他为了变强做出的决定，但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他不明不白的离开。去找长老问问吧。这么急，出什么事了？长老，我有一位好友失踪了，这是他留下的信。你担心他是歹人？是。宗门后山虽非禁地，但外门弟子极少接触外人。这灰袍人能精准找到刘备，还能一眼看穿的灵根问题，来历实在可疑。刘备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不会轻易跟陌生人离开，所以想请宗门帮忙探查。若对方真有歹意，也好及时找回他。清风，弟子在，速去传我命令，让外食堂的李长老带人沿后山至宗门外围的路线搜寻，重点查足的2日内有无劫险种输入的痕迹，不可贸然动手。若寻不到，也需记录下所有异常力变动，明日向我禀报。是。你多谢长老，你以宁气7阶修为在外门大比夺冠，已是宗门重点培养的苗子。你看中的人，宗门自然会多几分留意。况且，若那灰袍人真是歹人，放任他带走宗门弟子，也有损宗门颜面。萧师兄，长老峰传消息来了。萧师兄，这是李长老传回的消息，托我交给你。萧云，我等沿后山至外围30里范围搜寻，未发现刘备与灰袍人的踪迹，沿途未留下任何灵力残留，甚至连脚印、气息都被彻底抹去。2人好似是凭空消失一般，能做到这一点，他们和扶桑所办至少是结丹境修士，且精通灵异之术。你且安心，结丹修士能达到结丹境的修士，没必要骗一个自普通的外门弟子。而且若是想对刘备不利，以对方修为，直接掳走便是，何必这样大费周章，还先传入门市给刘备？刘备，你到底跟着什么人走了？萧师兄，长老峰传讯，前10弟子需即刻前往藏经阁集合，发放功法奖励。知道了。诸位，随我来。诸位弟子，藏经阁1层的功法，你们可任选一部作为奖励。选好后，需在此地登记。这是师生血晶的血气在制动。以自身血气为引，日复一日的压缩凝练，将无形的血气凝成有形的长枪。这血神枪简直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血神枪，这卷轴在藏经阁放了几10年，多少人试过修炼，不是感知不到血气，就是被血气反噬的卧床半月。这小子本就不是正常人，或许这旁人练不了的血神枪，在他手里还真能练出点名堂。萧云，陨剑深渊并非随时可入，需等2年后的灵气节点开启。陨剑深渊内吸收的先天灵力会留在修士身上，在筑基的时候提供帮助，因此没到凝气10阶进入也无大碍。当然了，以凝气10阶修为进入是最好的。届时会有4宗弟子一同踏入，除我青云宗外，还有正道的赤霞宗、魔道宗门以及魔道的黑骨宗、血魂宗，每宗各出10名弟子。进入深渊后，你们的核心目标是寻找并击杀上古残魂。那些残魂多是上古修士陨落所留，蕴含着精纯的先天灵气，吸收后可提升筑基的成功率以及品质。只是要注意，个别残魂带着极强的怨念与攻击性，修为堪比凝气10阶甚至更高，切不可大意。还有一事，你们必须牢记：在深渊内，若击杀其他的弟子，能直接吸收对方体内积攒先天灵气。更关键的是，一旦踏入深渊，宗门布设的所有传讯与监控都会失效，外界根本无法干涉内部之事。不过我青云宗与赤霞宗早有盟约，此次历练期间，
两派弟子不得互相攻击。你们真正需要帮忙的，是黑骨宗与血魂宗的弟子。给我来凝气花、青灵草、木须根，各10份。药材都在这儿，一共耗费1块中品灵石，你拿好。第一路废了，又废了。成了。10路丹药，只2炉废了，其余8炉全是满炉5颗。成功率足足有80%。效果比寻常凝气丹好不少。若是寻常凝气7阶修士，这样吃丹药，非得经脉胀裂不可。可我肉身强度极高，再加上有天眼灵力帮助消化，这样的数量几乎完全没有压力。按照我炼丹的成功率，有天眼灵力辅助炼丹加速吸收，再加上灵根资质提升，2年内突破到凝气10仙阶，甚至将血神枪练出雏形，应该不成问题。血神枪的修炼也没落下。检测到宿主修为到达凝气10阶，4维属性已可突破，宿主可加点提升。终于，停滞已久的4维属性可以突破了。这力量，之前最多只能探到周围50米范围，如今竟轻松笼罩了半径100米的范围，而且还可以将神念附在身上。之前突破时才要1000，比之前跳到5万，现在之前足足翻了50倍。修为到了凝气10阶，后续进阶本就该越来越难。这5万的门槛，反倒让我更期待突破后的力量。林月，你怎么来了？长老让我跟你说，陨剑深渊将在3日后开启，让你在明日清晨前往长老峰山脚与另外9人会合，到时候会有长老带你们前往。终于来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
萧师兄，陨剑深渊凶险异常，此次前去，你可一定要以自身安全为先。我在宗门等你回来。先熟悉一番暴涨的力量。这力量比之前强太多了。通神念化成的透明能量，能不能附着在血神枪上？刺出的瞬间，那缕透明能量顺着枪尖扩散开来。若对面是活物，这股能量定会顺着伤口侵入对方识海，足以扰乱心神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明显效果。或许还有其他用处，只是现在没有给我继续实验的机会了。萧师弟，2年不见，你这气息越发深不可测了，进步很快。诸位久等了。2年前藏经阁发放功法时，咱们便见过面，只是当时未通姓名。老夫谢必安，此次陨剑深渊之行，便由老夫带队，你们唤我谢长老即可。见过谢长老。没想到你竟真能在2年内突破到凝气10阶。宗门这般全力栽培，子弟自然不敢懈怠修炼。时辰差不多了，随老夫进入传送阵吧。记住，到了陨剑山原外围，需紧跟老夫步伐，不可擅自行动。你们看那边，这就是陨剑深渊。好强的剑意，哪怕是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，竟还是如此凌厉。这便是镇元巨剑。传说是上古时期一位剑修大能为镇压深渊内的邪祟所铸，能阻挡深渊内的高阶邪物冲出。到了，此处便是陨剑深渊的外围，大家稍作休整，等到裂隙冒出白光，就说明陨剑深渊正式开启，届时你们便可进入。记住，你们进入深渊后会被随机分散，并且只有凝气境界才能进入，因此我无法跟随。1周之后，陨剑深渊会关闭，你们所有人都会被传送出来，我会在这里等你们。来了，所有人准备！裂隙白光达到最盛时，便是深渊开启之刻。记住，深渊内随机传送，与魔道弟子莫要硬拼，保命为上。这就是陨剑深渊内部，这里的灵气与外界不同，混杂着淡淡的血腥气与腐朽感。原来深渊内部是这样的结构。随机传送让众人分散在不同的通道入口，而这复杂的通道网络无疑会让相遇的概率大大减少。这妖气带着腐臭，像是谢长老提过的黑谷宗尸魁所留。从进入通道到现在，至少过去了1个时辰。别说上古残魂，怎么连半只妖兽、一道人影都没见到？难怪先天灵气难获取。不对，刚刚通神念扫过这里时，还是空荡荡的通道，这人是凭空冒出来的。你是谁？这不是面具，他好像天生就长这样。少年郎，你刚刚用的是不是天眼灵力？阁下看错了，我修的是无属性灵力，并非什么天眼灵力。
不，你这就是天眼灵力。知侍郎认得出来，而且你的灵力里还裹着血晶的血气。知侍郎，阁下既看得出，便不必绕弯子。我更想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残魂、妖兽，还是其他存在？知侍郎也不知道。自有意识起，知侍郎便在这陨剑深渊里见过无数修士来此寻先天灵气，见过残魂在通道里游荡，也见过修士互相残杀。可知侍郎记不起自己是谁，记不起何时来的这里，只知道自己叫知侍郎，能辨得许多事物、灵力与功法。你待在深渊里，就没做过什么？为什么我从未在外人的口中听到过你的事情？知侍郎也想出去，但是之前过来的人都太弱小了。知侍郎有预感，跟着他们出去不会有好果子吃。知侍郎感觉得出来，你很强，跟之前来深渊的所有修士都不一样。所以之前的人太弱，你便从不现身。那你现在找我，除了说想出去，到底要我做什么？知侍郎想出去看看深渊外的世界，并且感觉你不会随便伤害知侍郎。带你出去不是不行，但我凭什么帮你？知侍郎对深渊很了解，可以在这里帮助你。你说可以在这里帮我，那你能做什么？具体能帮到哪种程度？知侍郎能感知到20里范围内的修士与残魂动向，可以帮你找到残魂，获得最精纯的先天灵气。这个好处确实诱人，但我更在意的是筑基的品质。你既然知道这么多，那你可知道如何才能天品筑基？天品筑基，吸收500道先天灵气，让灵气在丹田内凝成灵核，筑基时灵核自然会引动天地灵气，成就天品。500道，人品筑基只需要5道先天灵气，而地品筑基大需要30道。500哈，哪怕有知侍郎帮忙，1周时间怕是也未必能凑够。普通残魂只有1道灵气，但若找到高阶残魂，1道就能抵10道。深渊最深处有座残魂殿，里面藏着不少高阶残魂。高阶残魂战力很强，并且能够使用一些本能术数。之前有修士误打误撞进去过，没一个活着出来，但是你应该可以。你不会是想把我引到那边宰了吧？你这叫什么话？知侍郎把你害死，能有什么好处？知侍郎都快被这个深渊憋疯了，急着出去呢。行，我答应了。知侍郎之前看到赤霞宗弟子之间互殴抢灵药，还有黑骨宗和血魂宗弟子同归于尽，还有青云宗的一对道侣在陨剑深渊双筑基。不知道是不是在陨剑深渊里待得太久了，感觉知侍郎在跟着我之后，就一直叽叽喳喳个没完。进入陨剑深渊已经有几个时辰了，在知侍郎的帮助下，我之前已经成功获得了11道先天灵气，算上这道，总共已有12道先天灵气。你之前说的残魂殿，按我们现在的速度，还有多久能到？按现在这样不绕路，偶尔杀几只残魂的速度，大概还得2天才能到。2天？我们已经走了快半天，竟然还需要2天。你可别小瞧陨剑深渊，它不是普通的地下通道，而是个独立的小空间。里面的通道盘根错节就不说了，整个空间的大小也绝对超乎想象。我们现在走的还只是外围通道，越往残魂殿去，
通道越深，空间折叠的也越厉害，速度自然快不起来。若2天后能到残魂殿，剩下的4天多时间，在高阶残魂密集的残魂殿里，未必凑不够500道。知道了，继续赶路吧，能多杀一只残魂是一只。之前青云宗灵芝园新培育了种凝露草，据说能加快灵力吸收，就是成活率太低。药阁的长老还在琢磨改良之法。凝露草，你说的是改良后的3叶凝露吧？这草的祖先是上古的9叶鹿魂草，本来能滋养神魂，只是后来灵气稀薄才退化了。而且它得用晨露伴着陨铁杀种，光靠普通灵泉根本活不了。你们药阁长老没找对培育法子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灵芝园的长老都没提过9叶鹿魂草的事，只说凝露草是新发现的品种。知识郎也不知道，就是知道，好像从有意识起，这些事就刻在脑子里。一听到你说凝露草，就自动想起这些了。这些事，你都是天生就知道的。知识郎，知识2字，不就是知晓世间事的意思吗？知识郎，我曾经误入了一处遗迹，里面有一个水晶棺，棺内有一个年轻女子，那女子眉心有一道血色印记，而且那女子修炼的应该也是天眼灵力，你对这个有了解吗？这是我第一次问与天眼灵力相关的线索。不知道，知识郎的脑子里没有关于水晶棺血色印记的事，也没听过有修炼天眼灵力的女子。知识郎虽知识，却也不是无所不知。没事，只是随口问问。前面还有残魂吧？继续赶路。有，咱们走。咦，萧云，右前方的一条通道里好像有你之前说的赤霞宗弟子，他们好像跟血魂宗的人打起来了，要去看看吗？赤霞宗、青云宗、血魂宗3宗功法迥异，若是能观想一番另外2宗弟子，或许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。去看看，耽误不了多久。小子，你就别撑了，现在投降让我们省一番力气，我们还能给你们俩留个全尸。就是，你师妹都快撑不住了，你再硬拼，等她神魂被翻气侵蚀，就算救回去也是个傻子。痴心妄想，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们垫背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以为我们不敢动手不成？看这样式像是青云宗弟子常穿的样式，我自己也是强弩之末。他虽看着有些神秘，却只有1个人，就算加上他，怕也只是多添一具尸体。这位兄台，此地危险，你快离开！这3人是血魂宗的，手里有噬魂幡。你离开！既然看见了，哪还有离开的道理？3个凝气10阶巅峰的血魂宗小子，竟连1招都没跌住，这家伙是人是鬼？会不会落得和血魂宗3人一样的下场？你是赤霞宗的吧？可有见过青云宗我的同门？青云宗，原来他真的是青云宗弟子，不是深渊里的邪物。多谢兄台救命之恩，在下赤霞宗李3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望胸中海涵。
在下并未见过青云宗的人。陨剑深渊传送随机，我碰见师妹后便一直在这附近探索。除了血魂宗这3人，没遇到其他宗门的修士。你师妹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了，你带着她离开这里吧。接下来这3个血魂宗的人，我来处理就好了。你别过来！你敢动我们，宗门长老绝不会放过你！等你出了陨剑深渊，定要你神魂俱灭！血魂宗的灵力带着浓郁的阴邪气息，并且还裹着一层血气。先确认一下，这血气是来自修士自身，还是跟之前的邪修一样，通过掠夺他人血气获得的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！这人该不会精神不正常吧？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癖好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的灵根！我的灵根！噬灵诀是当初从柳阴镇邪修身上观想所得，能吞噬他人灵根，滋补自身。这明明是个邪修啊，根本就不是青云宗的弟子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？这家不对赤霞宗的出手，对我们就要赶尽杀绝。这是3人之前收集到的4道先天灵气，现如今倒便宜了我。你啥时候学会的这个术法？这不是刚才那个李三用过的吗？其实我是一个天才，别人用过的一些术法，我盯着看一会儿就能学会。对了，知识郎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体修？不是没有体修，是体修太难练了。你想啊，法修靠灵力运转术法，有法器丹药吐纳就能慢慢精进。可体修不一样，得天天拿自己的肉身当靶子练，甚至是用灵火烤骨头，拿巨石压经脉，更有限者要泡在淬体的毒水里，把皮肉筋骨一点点磨硬，那疼可不是一般人能忍的。其实主要是费资源，而且体修过于依赖天赋，修炼的失败率很高。失败率很高？法修突破失败最多修为倒退，体修的失败率是什么意思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法修刚入凝气期就能引气御物，扔个小火球、小风刃，可体修呢，没练出气血之力前，就算把肉身练得能扛住皮卡，也只能跑快点扛重点，跟那些会术法的修士比，差得远了。一个体修如果练个30年，肉身或许才能硬的能挡凝气7阶的剑，而气血之力就是体修的灵力啊。但气血之力极为难练。我修炼师生血经，体内血气本就比常人浓郁，难道我属于没有炼体天赋的那一类？师生血经滋养了浓郁血气，若是真能练出气血法子，届时气血化形与天眼洞气血，练出气血之力，比如特殊的淬体汤方，或是特定的锤炼风法。知识郎的脑子里没有这种法子，你肉身竟然已经这么强了，或许再等等，说不定哪天气血之力自己就动了呢。我本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询问，此刻虽有些遗憾，却也没太过失望。不过知识郎多嘴一句，知识郎觉得炼体性价比很低，所以知识郎不建议你执着炼体，毕竟有了天眼灵力已经足够了。知识郎的建议其实很不知道的是，我拥有观想系统，所以我炼体根本不需要海量天材地宝。罢了，先不想这些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早点到残魂殿，也能多杀些高阶残魂。好嘞。嘿嘿嘿，这次运气真的，才2天就捞着3具质量上等的尸鬼，
比外面那些烂蛋大街的修士强多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愧是青云宗外门的佼佼者。出青云宗外门的铁拳羸弱，个个都是1等1的资质，也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功夫。乖乖听话。等老子用你们再宰几个青云宗和赤霞宗的人，再去捞点先天灵气，到时候你们就是老子手里最趁手的兵器。丹田旁悬浮的30道先天灵气在体内游走，这数量已足够地品筑基，可离天品所需的远500道，还差着遥不可及的距离。快到了，过了这个通道，前面就是残魂殿。马上要到了，小心些，里面残魂太多了，十分危险。这就是残魂殿的主殿。知世郎也没有深入探索过残魂殿，目前只知道残魂殿分主殿和6座偏殿，每座偏殿里都有高阶残魂，可残魂殿具体多大，有多少残魂，连知世郎都不清楚。每道高阶残魂散发出的灵力都极为精纯，显然蕴含着远超普通残魂的先天灵气。有主殿的残魂打底，再加上6座偏殿的收获，500道先天灵气的目标，似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小心点，别弄出太大动静。丹田旁的先天灵气涨到了47道，它能凝出灵气攻击，而且防御力很强。你要速战速决，要是惊动了其他祭坛的残魂，就麻烦了。这是我在残魂殿遇到的第1道高阶残魂，不知道他的实力如何。其他残魂被惊动了，快解决他！再拖下去要被围困了。十重撼灵风，10道先天灵气。走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那可是3道高阶残魂，后面还有更多再过来，等我们！被围了，咱们插翅难飞。走什么？刚才那道残魂看着唬人，其实没想象中强。这样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找祭坛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批量解决更快。天啊，这也太能打了吧！我知道萧云很强，从之前击杀普通残魂和血魂宗弟子都能看出来，但是现在我无比确定，之前的战斗，萧云可能连30%力都没用出来。这简直是单方面的碾压，这种夸张的实力已经有些超越我的认知了。
刚才满脑子都是萧云碾压残魂的画面，竟忘了感知探查中周围动静。这是黑谷宗的气息。对方速度不算慢，离主殿也不远，估摸着再过片刻就要闯进来了。算了，不喊了，万一让他分了神，反倒麻烦。这黑谷宗的要是识相，说不定还能绕路走。要是敢凑过来，这就是残魂殿。原来是个硬闯残魂殿的蠢货，被这么多残魂围攻，估计马上要死了。残魂殿的高阶残魂能压制凝气10阶巅峰，这蠢货居然被这么多围着，必死无疑。先天灵气，这蠢货能撑到现在，肯定收集了不少先天灵气。要是就这么散了，也太浪费了。不如让给我。这是黑谷宗的尸魁容身术，把本命尸魁的肉身与实气融进自己体内，短时间能暴涨实力，还能扛住高阶术法，倒是比单纯操控尸魁厉害些。凭我现在的实力，就算这蠢货有点能耐，也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只要再靠近几步，我就能用容身事后的黑甲利爪撕开对方的护体灵力，抢下那些幽人的先天灵气。什么情况？被这么多残魂围攻，怎么感觉这家伙没受什么严重的伤？甚至能闻到自己血肉被南冥火烧焦的糊味。为什么？啥玩意儿？刚刚太过专注于和残魂的战斗了，发生什么了？感觉我体内的先天灵气似乎突然多了好几道。算了，不管了。有点意思。能硬接我尸石魁的拳，还能分心放术法，你倒是比那些废物强多了。
你应该是青云宗这次进来的最强者吧？我还以为你们宗门弟子只会躲在后面吐纳炼气呢。是他雷、梦雪、林舟，同期进入深渊的同门，竟然都被炼成了尸魁。冷静，一旦乱了分寸，被五具尸魁的死气缠上，下场只会和他们一样。我定要碎了你这邪物！碎我正好，你这土属性灵根扎实，肉身也被滋养的不错。要是把你练成尸魁，筑基以下，我便再无敌手。还没完！有点意思，不过黑谷宗的凝气修士10具，顶多只能驾驭3具普通尸鬼加1具本命尸鬼，能驾驭5具已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可这家伙竟能同时操控10具，还脸不红气不喘。3具石像虽能牵制5具，可新增的5具尸魁已绕到侧面，不能再打下去了。你这……还想跑？给我压！差不多了，再等下去，要是等来其他2宗的人，就麻烦了。血魂宗的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主殿里的祭坛平分了如何？你们拿南侧的，我们拿北面的。平分可以，但你们的尸鬼别越界。要是敢偷偷抢我们这边的残魂，休怪我们的噬魂幡不客气。师兄，你看那几座祭坛，怎么残魂数量要比其他祭坛少上许多？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咱们黑谷宗以前就没来过残魂殿，这次是头一遭集体进来，谁知道这残魂分布是不是本来就不均匀？说不定这边的残魂本来就少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可，万一是有人提前来清理过呢？哼，清理？你忘了长老出发前怎么说的？残魂殿的位置是咱们2宗长老联手获得的，青云宗和赤霞宗的人连陨剑深渊中心在哪儿都摸不清，怎么可能找到这儿？再说了，要真有人清理残魂，怎么不把主殿的残魂全清了，藏起来？而且我们2宗的人全程遮掩气息，我不信有人能在感知到我们到来后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理完现场并且藏起来。是我想多了，师兄说的对。行了，别耽误功夫，赶紧分区域，你们去南侧，我们去北面。没意见。这样子效率果然快多了。下一个残魂，你来吸。这些人还真没多想，以为残魂少是正常的，根本没往你身上想。你的实力再加上我的感知，在这陨剑陷渊，最后肯定能收获颇丰。幸好我之前将处理的比较干净，你又提前了许多感知到他们的位置，不然还真会被他们看出异常。萧云，有情况，好像有几个青云宗的人正在往残魂殿前进。我们宗门应该不知道残魂殿的情况啊，怎么会往这边过来？
他们好像是在尾随一个黑谷宗的人。是那黑谷宗的人在往这边赶来，你的同门是跟在那人后面过来的。陈默，你没事吧？如果需要调息，不要逞强，咱们不急于这一时。萧云、周烈、赵雅3人咱们还没有找到，其实可以先跟他们会合后，再商量接下来的事情。我没事，只是被死气缠了点皮肉，没伤到经脉。那黑谷宗的矮胖男子，他的尸魁操控术十分恐怖，竟能同时操控10几具尸魁。我拼尽全力也只毁掉他一具普通尸魁，连他的本命尸魁都没逼出来。那他的实力深不可测。他一开始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只用了5具尸怪试探，攻击也留了余地。要是他从一开始就召出所有尸魁全力出手，我根本没机会从他手下脱身。现在恐怕已经成了他的新尸魁了。那你更得调息，这死气带着尸毒，不尽快逼出来会侵蚀经脉，到时候别说追人，连自保都难。我们找个隐蔽的角落，我用清灵术帮你逼毒，耽误1炷香而已，应该追得上。我没那么脆弱，服下丹药后，这点伤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现在他单独行动，咱们4人联手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才有机会将他解决。一定要抢回孟雪、林州、赵磊3人的尸尸，再为他们报仇。你要是撑不住就说，我随时能帮你压制死气。不行，我在他的一具尸魁上留了土属性印记，这印记有距离限制，只能感知到范围内的方位。等他距离一拉开，咱们就彻底丢了他的线索。终于快清完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人人都能地品筑基，就跟在做梦一样。王英师兄，您可算来了！我们已经清了北侧大半祭坛，给您留了最里面那座高阶残魂多的。给我留了残魂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王英道友，我们已经清完南侧祭坛，这就离开，不打扰道友收集灵气。走，急什么？一群废物！7个人带这么多尸魁，居然跟5个血魂宗的杂碎平分祭坛！你们是脑子被死气糊住了？师兄，之前2宗长老有约定，陨剑深渊里不能内讧，免得被青云江和赤霞江捡了便宜。我们也是怕坏了规矩，回去没法跟长老交代。哼，规矩？长老能知道陨剑神穹里的事？把他们全杀了，他们收集的灵气归咱们，到时候随便编个理由，谁能查证？再说了，陨剑深渊的传送只认活人，死人可传不出去。死了的血魂宗弟子，谁会知道是咱们动的手？跑！快往不同通道跑，别扎队！好，在我王英的眼皮子底下，还能让你们跑掉？怎么会这么快？凭2具普通尸魁就想留我？我养的怨魂可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！怎么可能？既然跑不掉，那就一起死！
你倒是比我想的能打，吸收怨魂后居然能压我6具尸魁，可惜了。别这么看着我，要怪就怪两宗的破约定，明面上不能互练对方宗门的人，不然我还真想把你练成尸魁。你这噬魂的本事，练成尸魁肯定好用，不过不能练也没关系，你之前辛苦收集的先天灵气，就当是给我的补偿了。接下来该轮到那些藏在暗处的老鼠了，你们几个自己出来吧。若是让我的尸魁来将你们揪出来，可不能保证不让你们缺胳少腿。既然不肯出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竟然是赤霞宗的废物，我还以为是青云宗的人，没想到是你们这些只会玩火的废物，也敢来残魂殿抢先天灵气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几天在女剑深渊外围抓了你们宗门6个弟子，本来想留着当材料，没想到今天又送上门4个，这样正好你们宗门的人就全到齐了。你这个杂种，我赤霞宗绝不会放过你！不放过我，等你们能活着离开这里再说吧。可惜了，这4人的隐匿手法太差了。我与这些赤霞宗弟子素不相识，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凑齐500道先天灵气，而非充当救世主。若这4人有与王英抗衡的实力，或许还有联手的价值。可眼下他们连几具普通石通尸魁都挡不住，贸然出手只会暴露我的位置。师兄，主殿的残魂已经清干净了。我们几个从进殿到现在，连口气都没歇过，灵力耗得差不多了。要不先休息1个时辰？废物！清理这么点残魂就喊累？凝气境的修士连这点耐力都没有，还妄想靠先天灵气地址筑基？我看你们这辈子也就配当个炼尸的杂役。天殿的残魂要是被别的宗门悄悄抢了，或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们谁来担这个责？现在就走！谁要是敢磨蹭，就留在这儿给我的尸魁当养料。你留下，主殿不能没人守着。要是有青云宗或漏网的血魂宗杂碎进来，就引爆你那具尸魁。尸魁炸开的死气波动极大，我们在偏殿能感知到。师兄，我……
走，别耽误功夫。父母都是宁气后期修士，却因天资不高，无法突破筑基，便将所有的希望传递给了我。为了确保获得这个允剑深渊名额，父亲去求了不知道多少人，甚至是磕了响头。至少，人品筑基还是有希望的。只要能筑基，就能进入宗门内门，甚至老了还能在外门当个小执事，父母也能抬得起头。他们应该也在等这个时机吧。王英带着6人去了偏殿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等他们回来，状态不佳，我们再一起动手。萧云，我们一路跟着沉默的印记追到这个残魂殿，没想到你竟也在这里，还先动手清理了这个哨探。你出手倒是利落，那弟子连尸魁都没来得及引爆，就被你解决了。我在望英的尸魁上留了土属性印记。本以为只有我们4人会追过来，没成想你也盯上了他。刚才看你出手时气息藏得极深，显然也是在等最佳时机。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只有你们几个人吗？一路上都没有碰见另外5人吗？周烈和赵雅我们都没有碰见过，而孟雪、林州和赵灵，他们都被王英那个杂碎练成了尸魁。我虽与孟雪、林州、赵烈3人不算深交，却也在宗门见过多次，有时碰到还会点头打招呼。我知道了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得趁王英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尽快动手。王英不让同门休息，硬逼着他们从主殿直接去偏殿清理残魂。黑谷宗那6个弟子本就耗损了不少灵力，现在撑不了多久。而且偏殿的残魂数量本就比主殿少，按时间算，现在应该快清理完了。他们刚吸收完灵气，正是放松最下滑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早就等不及了。那杂碎不仅杀了孟雪他们，还炼他们成尸魔。今日定要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孟雪他们的仇必须报。王师兄，能不能分一些先天灵气给我们？你吸收的灵气应该早就足够地品筑基了吧？哼，先天灵气这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，吸多一点肯定有好处。放心吧，你们好好干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了你们。之后到下一个偏殿，我分给你们一些不就成了？动手！找死！王英归我，剩下的交给你们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凭你也敢拦我？以为砸废我一具尸魁就能嚣张了？今日就让你尝尝被15具尸魁分食的滋味。
啊！怎么认出你的同门了？这两个是刚练的，尸身还新鲜着呢，操控起来格外顺手。你说，要是让他们亲手撕了你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好，你很好。不可能，他不过是个凝气修士，怎会是我的对手？就算能打，难道还能冲破15具尸魁的包围？虚张声势罢了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丹田内的天眼灵力正在缓慢消耗。撑住吧，小子，我看你能撑多久。尸魁不知疲倦，你总不能一喘息打吧？等你灵力耗光，就是你被分食的时候。照这样耗下去，情况到后面还真可能有点棘手。竟然真的有用！什么情况？刚才那3具尸魁的空尾链接像被无形力量撞了下，瞬间断了一瞬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收！是要放大招了吗？哥，帮我一把，这次不能输。怎么样？你刚才毁我那么多尸鬼，现在该还债了。这力道与之前应对的任何一具尸鬼都有着云泥之别，竟连血神枪的坚韧都快撑不住。刚才那一击竟只能和他打平手，惊团反一击。这融合后的本命尸魁，不仅肉身强度惊人，连王英的灵力都被放大了15倍，比我预想的还要棘手。那是王师兄的本命尸魁，还和人打平了。萧云这家伙，实力竟已经到了这种程度。该死！可恶，他的反应越来越快了。之前能勉强接住的强势，此刻却要拼尽全力才能抵挡。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？他的肉身强度怎么会这么高？我去，早知道就不碰青云宗的人了。该死！无属性术法。这样下去，不出1刻钟，我必死无疑。张明，现在马上用秘法强行筑基，我给你掩护。可我才收集了。不这么做，咱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。就算活着出去了，你也没好日子过。想想在宗门等你回去的亲弟弟。我的祖父是2峰峰主，只要你照做，出去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，我用秘法筑基。一旦张明成功筑基，局面会彻底失控。机会让你得逞。
的对手是我。这黑气在通神石探查下，居然藏着一丝活人的意识波动。就是你！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用本命尸鬼阳功，本尊化的黑气跟尸鬼死气一模一样，你怎么会发现？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，完全不懂尸鬼的攻击？麻烦了，筑基修士，就算刚突破境界不稳，战力也与凝气修士有着云泥之别。这位道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。你看，张明马上就要筑基了，他认我为主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保证让他不动手。剩下的几座偏殿，咱们两宗平分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之前我练了你同门的尸魁，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只要你放了我，我赔你10颗聚气丹，5张高阶符纸，再把我珍藏的空归诀抄册给你。只要你放了我，这些都归你。只要能活下来，等张明筑基成功，让他把这些人全杀了。王师兄死了。萧云，张明的筑基快成了，咱们5人虽能一战，但他毕竟是筑基修士，哪怕境界不稳，灵力也比咱们浑厚太多，硬拼下去，恐怕要有人伤亡。你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收集足够的先天灵气，然后筑基。在我收集灵气的时间里，得麻烦你们尽全力，尽可能多的构筑困敌阵法，让他突破之后也不能第一时间出来，为我争取突破时间。多亏了王英之前掠夺血魂宗众人，并且压榨黑骨宗弟子，不停清理残魂的行径。我刚刚吸收了黑骨宗众人的先天灵气后，体内的先天灵气竟已暴涨到448道。离500道的目标已经很近了。500道先天灵气就是凝气境吸收的极限，再多也无法容纳。够了。终于要开始了吗？这股灵气波动远比普通筑基修士的波动浑厚不知多少，居然真成天品筑基了。我们撑不了多久了，这就是筑基修士吗？哪怕是刚突破，一击竟也能直接击碎我们一层阵法。凌云宗的，你们也有今天。之前不是打得很爽吗？现在怎么一个个就都不行了？凝气境的蝼蚁也配拦我？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等我破了这些阵法，就把你们一个个扒皮抽筋，炼成尸魁。给我碎！哼，对付最后2层破破烂烂的阵，用术法都算抬举，一拳足够了。挡不住了。
哼，若不是我用秘法筑基伤了根系，灵力运转还有些滞责，再加上之前的尸魁全被你们毁了，就这点破阵，老子一爪就能拳碎。至于你，长得倒是有点姿色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？不可能！都是筑基初期，凭什么你能压着我？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术？啊！我的手！我的手！随着天品筑基，我现在观想身为筑基修士的张明，竟然只需要15秒。终于不用再傻傻的盯着别人看了。我跟王英不一样，我从头到尾只是操控尸魁战斗，没亲手杀过一个青云宗的人。只要能活下来，断臂之仇日后再报。这里面是清河复原丹，对你们现在的状态正好。你们先将状态恢复到巅峰。你们恢复后，我会先将残魂殿内的残魂重创，你们只需补上最后一击，吸收先天灵气即可。等到吸收足够后，便可直接筑基。现在我是筑基修为，按照长老的说法，应该2个时辰后就会被传送出去，时间应该足够。残魂殿剩余偏殿残魂蕴含的先天灵气，你们4人平分后，都远远超过地品筑基所需的30道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你们筑基的品质应该在地品筑基中都算中上乘。看来张明的底蕴确实不足。玄元魂，之前王英能同时操控15具尸鬼，这份神魂强度远超同阶修士，想来肯定是靠着玄元魂打底。地品灵根固然珍贵，可随着修为提升，日后遇到地品灵根修士的概率会越来越大，就选玄元魂。这就是神魂强化的效果。神魂利刃，看来利刃对于这些死物不会产生任何的攻击效果，只是不知面对修士或尸魁时威力如何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无疑给了我新的战斗手段。这就是筑基境的灵力，总量比之前的气态灵力足足多了10倍有余。若是此刻施展术法，单是灵力的浑厚程度，就能让术法威力比凝气剑士强上至少10倍。肉身的些微强化，倒算是意外之喜。这是自动吸收灵气，这应该是天品筑基的强大特征之一，无需刻意操控，丹田就能自主吸收外界灵气，补充自身。天品筑基后，我的实力已经远超同阶筑基修士，就是不知道现在自己若是全力出手，战力能到什么程度。
状态不错，跟我来。这里应该还有4座偏殿尚未清理，里面的残魂数量和强度与之前咱们遇到的一样。去！可以了，你们出手吧。终于清理完了，我这边差不多要被传送了，先出去等你们，还有点事要处理。好，外面见。知识郎，怎么带你出去？简单，接下来别抵抗，我会与你的身体融合。这样就成了。等你传送出去，我就能跟着出来，不会被陨剑深渊的规则排斥。你放心，出去之后我会待在戒指里，若是要出来或者观察外面的情况，你能感受到。林师兄，依我看，长老这次真是过于谨慎了。咱们10个人，还有您这位筑基后期压阵，对付几个刚从残魂殿出来的小子，这配置简直是杀鸡用牛刀。是啊，林师兄，残魂殿那种地方，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。就算有筑基修士，也肯定是刚突破、境界不稳的。咱们随便一个人出手都能收拾。咱们的任务是速杀，不仅要杀了出来的人，还要确保他们没机会向青云宗传信。这10个人的配置，既能保证一击必杀，又不会浪费太多人手，最稳妥。前线战场固然重要，可我们这边的作用也不小。这次就要打青云宗和赤霞宗一个出其不意。2位长老还在围杀那个白胡子老头，要是让出来的弟子传讯回去，青云宗派来增援，那这次行动可就失败了。有传送波动，来了！注意，先别出手，等他完全出来，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起动手，确保一击毙命。动手！切，搞了半天就出来一个，还没看清长什么样就轰成渣了，真没意思。谁能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身上的biến动不过是刚突破的筑基初期，想来是修炼的身法有优势，趁我们放松才偷袭得手。还好这小子蠢，没第一时间捏碎传讯玉符向青云宗求援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结阵围杀，别给他再钻空子的机会。布血罗阵，3人守3角，剩下的人主攻。哼，只会躲吗？这小子分明是实力不济，只能靠身法苟活，根本没能力硬扛我们的攻击。这小子连反击都只能靠灵力弹偏魂刺，显然灵力浑厚程度远不如我们。只要再收紧包围圈，迟早能抓住破绽。再加把劲儿，他快没力气了！
哼，终于知道逃不掉，想拼死一搏了。可惜，筑基初期也敢跟我硬拼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找死！这力道怎么比普通筑基中期还强？秘术而已，燃烧灵力强撑出来的爆发。灵力什么时候钻进来的？这是什么术法？压住他，只要把这股灵力逼出去。不对，我的右臂没知觉了。我为什么要跟他近身？为什么没先开防护术法？等等，我还有血魂幡，我还没有使出全力。我是筑基后期，他明明才刚刚筑基。筑基后期，轻敌没有防护，没来得及使用血魂幡，从灵力入体到杀他，2息。林师兄，不可能！林师兄是筑基后期，怎么会被一个筑基初期？这不是普通筑基。若林星全力出手，确实还要多费些手脚，但结果不会改变。他在看我，分开跑！他只有一个人，分散逃，总有人能活。分散逃，倒是省了我不少事。他追上来了！7个人，连一刻钟都没撑住。放我一条生路！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接下来，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我信不过你，除非你以道心起誓。只要我如实回答所有问题，你就放我离开，绝不反悔。否则，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说一个字。筑基修士不敢拿道心冒险，只要他起誓，我就能活。可以，我萧云以道心起誓，若你如实回答我所有问题，不掺半句谎言，我便放你离去。好，我什么都说。我赵坤也以道心起誓，今日对萧云所问之事，必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分隐瞒。若有虚言，该受道心反噬。第一个问题，谢长老在哪儿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你说的是那个白须长老吧？他应该还活着，战斗开始没多久，他现在应该还在和我宗2名结丹长老缠斗。2名结丹联手，谢长老撑不了太久。血魂之派2名结丹围杀他，你们是铁了心要发动宗门战争？不只是血魂宗，还有黑骨宗，2宗合作，各出2名结丹长老，专门盯着青云宗和赤霞宗的长老。你们这些筑基修士呢？堵住传送口，不让参加测炼的弟子出去报信，趁陨剑深渊试炼，先削弱你们的结丹战力。等你们失去顶梁柱，后面再发动战争就容易多了。4宗共存数百年，为什么偏偏现在开战？说。我真不知道全部原因，我只听宗门长老提过，好像跟灵脉有关。灵脉？血魂宗和黑骨宗的灵脉，这些年我们的修炼资源也一直在减。长老说，再想不到办法，100年内2宗就会沦为3流宗门。不对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就算2宗最后取胜，也必然精锐折损。到时夺下青云宗和赤霞宗的灵脉，你们拿什么守？周边势力只要趁虚而入，你们这不是求生，是找死。可我真的只知道这些。宗门高层议事，我们连议事殿的门都进不去。他没有撒谎，所以灵脉只是他们让下面弟子知道的理由。赵坤也没资格知道。围攻谢长的2个人什么修为？一个结丹初期。豆腐方位在哪？就在镇元巨界西北方向。你可以走了，起来吧。你真的放我走？你真的让我走？等离开这里，我立刻向血魂宗的结丹长老传讯，
萧云再厉害，也挡不住结丹修士的一击。到时候活捉了他，我要抽出他的神魂，泡进魂煞水里折磨数年，再把他炼进血魂幡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赵坤，你走之后，应该不会找人来对付我吧？当然不会。糟了，中计了。若你如实回答所有问题，我便放你离去。你别胡来！我刚才只是，你已经答应放我走了。我答应的是，你如实回答所有问题后放你离开。可你刚才撒谎了，你违背誓言，未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便不算完成约定。我杀你，不为道心。我竟然因为一句谎话，这家伙不仅实力恐怖，竟然还这么卑鄙。筑基后期修行经验：血影盾、血盾术。去帮谢必安。不行，结丹修士斗法的余波都能震碎筑基修士的经脉，我现在过去帮不上忙，只会成为谢必安的累赘，甚至可能被误杀。留在原地，谢必安若是不敌，2名血魂宗长老一定会回来查看传送口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遇上结丹修士必定有性命之忧，那就远离这里。青云宗的救援长老赶到后，我无法第一时间告诉他谢必安的斗诈方位，齐剑心他们也随时外面的凶险，贸然行动，很可能撞上血魂宗的残余之力。留信息给齐剑心和救援长老也不妥，血魂宗的人若是发现信息，不仅会将其抹掉，还可能顺着痕迹找到我。先去石缝藏身，一边等齐剑心他们出来，一边监听四周。现在只能祈祷，先赶到的是青云宗的结丹长老。谢必安带着众人赶来需要很长时间，不代表结丹教士也需要那么久。如果先来的是血魂宗长老，我估计藏不了多久。有人来了，灵力波动很浑厚，不是筑基能比的。具体身份和境界，知侍郎不清楚。知侍郎的侦查能力在陨剑深渊内才最强，离开深渊后，虽然仍能提前发现来者，却已经无法判断具体身份。对方境界太高，继续靠近，很可能被他察觉。暗红血袍，魂纹，血魂令，血魂宗结丹初期长老王长老，只来了一个。不对，一个结丹初期，也不是现在的我能对付的。王长老独自回来，说明谢必安大概率还在缠斗，没有被他们杀掉。但他特意赶到这里，显然是察觉了传送口的异常，绝不能暴露半分气息。别躲了，他真的发现我了。出来吧，本座可留你全尸。